对，这几天都有点大，连着大了3天，因为我那个武汉的朋友们过来了，接待了3天，接待搞了3天，一支口红涂全脸的美妆博主，在播，都在播啊，都在播。大家早上好，声音有点哑，然后感觉扁桃体有点肿胀，早，大家早上好。我的乐观的性格是天生的嘛？其实我觉得啊，其实还是跟后天的培养有很大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虽然说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个是基因，但是在我看来，我自己回首我所有的过往，我认为我的乐观应该是一种思维训练的结果啊，所以我才会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表达、传播、影响，然后让更多人都跟我一样拥有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能量场。因为我自认为这个是培养的。对的，正向思维嘛，对不对？我经常跟你们说的嘛，我说凡事我们一定要锻炼自己去做正向思考的能力。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困难、一个挫折、一个打击、一次失败，我们都要坐下来冷静的想一想，这件事情里边我得到了什么，我学到了什么，有没有让我成长的地方，有没有可以为我未来做加分的地方啊？就是这样一个思维训练的结果。欢迎大家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播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会回复你们啊。我们开始连麦吧。我1.66米，净身高1.66米，体重是个谜，体重不能说，只有身高可以说。Hello， 你好。Hello， 圈圈你好。你好，你说。你好，我是那个金贵的学员。我听您的课大概有1年了，然后让我说一下我的这个基本盘。就是我是那个新一线城市，今年30岁，收入20，学历本科，资产200万，然后对方是50大佬，30多个小目标。然后我的问题是在一起1年付出300个，中间分手3个月，他要求复合1个月后付出40个，然后有答应给公司股权，还给钱开店，付出意识强，然后嘴巴跟抹了蜜一样，表达非常爱我，再也不会跟我分手。前几天我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事情顺的情况下跟他撒娇提生活费，8个，然后他当场没有生气，我想着他这次不行就下次再继续撒娇，他就直接不理我了。要怎么处理？他已经大概10天了。你前面300个是怎么下下来的？前的那个300就是平常比如说买车呀，还有生活费以前是2个，然后分手费是200个，然后当时那个不是有跟你连过，然后他就说你说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后面就回来找我了。所以说他的其实实际上大头都是因为分手。当时是谁要是跟谁分的？他要跟你分的？他要跟我分。跟我分。他要跟你分，然后拿了200。然后你们和好多久了呢？我们和好1个多月、2个月这样。和好1个多月、2个月，然后你就给他提了生活费的事情。对。他是多偶吗？还是什么？对。他是多偶是吧？对。那就是说，在和好之后，可能他认为刚刚拿了一个
200出来，然后呢，本来你们两个人和好了，他就觉得感情还没有升温到那个浓度，然后你就去提了这个要求，就有点不舒服。你后来有跟他联系吗？联系过一次。啊，说什么了？然后他出差去了，我问他回来了吗？然后他打的字就是那种乱七八糟我也看不懂的字。什么意思？讲了什么？他说意思就是回来了。不是你具体跟我说他说了什么，每一个字都跟我说。每一个字是吗？我问他回来了吗？前面我是发了张照片给他，问他吃饭了吗？然后他也回了张照片给我，然后我就问他回来了吗？他就说回，打了乱七八糟。不是乱七八糟，到底是什么？回一2个字吗？对。他以前会这样吗？不会。不会，那可能还是不太方便咯，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不太方便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和好是怎么和的？和好他有付出吗？和好是他过来求我复合的。对，然后呢，有付出吗？有啊，40。那就是都在买东西。你提这个东西提的有点早了，说白了提慌了一点，而且他本来就是个多偶状态，因为多偶状态吧，他现在你提早了呢，他马上又呈现对比性。然后他回你这个信息回的乱七八糟的，估计也是有心思不在这儿，说白了，心思不在这儿，所以才会让你觉得回东西回的乱七八糟。就是压根儿就是没说啥呀，就是我在搞别的，懂吗？我的心思在别人那里，他就是这个状态。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吧？我现在，那肯定想继续。那就先等一等，啥也别，不要找他，继续等。没找。继续再等一等，继续再等一等，然后先等看他找不着你吧。我觉得可以过个。你现在已经10天没联系了是吧？对。上一次你跟他发消息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我看一下哈，是周五，上周五。上周五，现在周一，周二，现在周二。我觉得等到周末吧，然后你再找他吧。你就问他，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说你回来了没有啊？干嘛不找我呀？就是或者你直接打电话也可以。我打了，那天打了，他不接，还是不方便吧？就周五那天，等周末吧，等到周末再找一次。要是不找不搭理你就算了呗。那你这我那天问了一下他身边的人，说他在跟他同学在一起。就是说嘛，说白了就是他现在的心思转移了，他心思不在这儿。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刚要问你他具体信息发了什么？如果他发的东西特别混乱，而且不吻合他原来的操作惯性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人现在心思完全不在这儿，明白吧？那你这样去上赶着干嘛？没有意义。对，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你就自己该干嘛干嘛，然后呢，把你自己的圈圈经营好。我说了，再联系一次没有回应就不要联系了，不要联系。再还是自己经营自己，因为明显的是这个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做一些动作。你跟他回消息，他回的更莫名其妙，是吧？看也看不懂，这心思不在这儿。心思不在这儿的情况下，你老薅啥呢？等着吧，他那个心思淡掉了，他就转过来了。等周末是吗？对，再联系一次吧，等到周末再联系一次。行，那就后面不联系我就不联系了。对，你就先不要联系。因为什么呢？就怕有的时候吧，人家有的时候他在一个时间段内他太上头了，你联系他反而更烦，知道吗？因为他只会是因为自己上头，他才会完全就是跟你胡言乱语的，明白吧？他跟别人上头。对的。我就因为提了一下这个，他当场没有任何反应。不是，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你提这个他当然没反应，是什么？是因为本身你们两个人这个温度没上来，你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就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机提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不大，问题在于让它产生了对比性，明白吗？
不是因为你这个事儿直接导致的。如果他没有别的对比性，他可能就也没所谓。但是因为你这个事儿提了，本来他就觉得，哎，这个时间我才给你花了40，还没干个啥，又给我提个要求。这个时候呢，他跟别人处的打得一火热呢，他就产生对比性了，明白吧？是这个意思。但是是他跟我说的，我想要什么他都会给我的。哎呀，那男的就说这种话吗？那么画大饼那个话，那有什么听的呢？对不对？而且核心我跟你讲了，不是这一件事儿有多大，这一件事儿没多大，你还没明白吗？他只是因为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问你，我说这个人是多偶性吗？因为很奇怪，你懂吧？他就是因为他是多偶性的情况下，那么他肯定就是因为你说了这个话，让他心里觉得哎没意思，我才花了这么多，哎这个服务体验还没到位，就跟你去美容院刚刚充了一张卡，结果刚刚充了一张卡，第一次去消费，别人就说你再充一张，懂我意思吗？他就觉得他也不想，虽然说你开的这个口也不大，但是他就觉得没意思，因为他有对比性，他还有别的消费的地方，别的消费的地方服务体验不一样，他对比性上来了，所以他这段时间呢，他就不想理你，他就对别人有点上头，这个状态。我是建议你周末再联系一次，然后这段时间不要联系，然后自己经营自己的就好了。那如果都不联系他呢，会不会更好？我建议还是再联系一次，因为毕竟人家是消费者，对吧？好，我们这叫尽人事听天命，懂吗？你10点半频率低吗？刚刚小助理说，他说你给他稿子是。正常1个星期2次。那还行，那还行。好，那就这样吧。好的，好，谢谢曲曲。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我每次跟你们讲一个事情呢，可能我光跟你去盘里边的逻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听不太明白，但是我跟你类比一下，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类比一下，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家刚充了一次值，你就开始又跟他说，哎，今天再搞个别的项目，我们今天又推了一个优惠活动。是吧？这是这个概念，他就觉得，哎，这搞啥呀？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呢，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最大的事儿，最大的事儿是因为它产生了对比，他还在别的店消费，他今天在这儿消费，他明天还在那儿消费，然后在消费与消费之间，它产生了对比性，所以他就凉了半截，然后另外一边呢，这个热度就上来了，是这个意思，懂了吧？你们呐，就是一定要用这种消费者的思维去理解这种大哥。你就能把它看明白。你要是老是用那个谈恋爱的思维去看它，你是看不明白的，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所有跟大哥关系搞不好的，都是喜欢用情感思维理解这件事的。Hello， 你好。Hello， 你好。粉丝群满了，提说话。曲1对1接西岸吗？你好。Hello， 你好。哎，你说。哎，我的声音可以吗？可以，哎，曲曲你好，看你好久了。然后我是因为现在，我今年我说一下我基本盘，我今年33，然后我们家老家是小县城，家境普通。我26岁谈恋爱遇到渣男，当时找到咨询师解决情感困惑，然后遇到这个咨询师之后，我就离职去大城市卖车卖房，当时是1年20-30个。后来去大城市，第一个单身男友给我100多，现在这个大佬给我70多。然后这个咨询师他是男的，比我大10岁，他从上班就是18岁开始就做全职心理咨询师。现在就是我找他已经7年网络咨询。对，你的男朋友是你找个心理咨询师成为你男朋友？对。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是被情感机构骗了吧？好多情感机构就是这样骗人的。
现在就是想让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钱要回来的话，你看一下，就是这个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我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好不好？你不用跟我讲，我告诉你，好吧？你不用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来告诉你，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里无数的客户，包括我们这里有我旗下的咨询师，曾经就无数次的上了这样的当，懂吧？所以都已经打磨成了自己的技能，到我们这儿来，发现还有我们这贤良淑德的机构。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他们很多的情感机构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牛掰的宗旨，叫做什么？叫做死不退费的宗旨。懂吗？没有，我该给的咨询费给他了。死不退费的宗旨，你在说啥？啊，听懂了吗？行，您先说。意思就是说，他们最后对怎么能完成这个闭环呢？他不是通过服务良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他这个闭环节点在哪？他这个闭环节点在于，他给你上咨询师，先是解决你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的问题解决不掉，怎么办？他就跟你谈恋爱。谈完恋爱之后，然后把你们之间的问题从一个商业的纠纷问题变成一个情感纠纷问题，然后最后你自己就偃旗息鼓了，就觉得哎呀，这不了了之了，全部是走这个闭环的，知道了吧？这样子，曲曲，我跟你说一下，我这几年大概找他咨询可能7年吧，前2年是每年2万的咨询费，后5年是每年5万，我都给了他的，然后额外我给了他100个，这100个是因为他说我这些男朋友给我的钱都要跟他平分，不跟他平分他就跟我吵架，然后我当时就抑郁焦虑，然后我就妥协了。一个稀巴烂，而且他后来还引入了竞争机制，就是他又找了个女咨客，跟他一起跟我。我跟你说了吗？你这就是这个人家就是这种机构，就专门是这种骗局。我都跟你讲了，这就是行业内幕。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我整个团队里一个男，除了小助理一个男的没有，知道吧？就是为了避这种嫌，懂不懂？这个行业就是被这帮人的搞得稀巴烂，我们就是来整顿行业来了。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你不要聊了，你这个事情就是我跟你说，你能速就速，知道吧？然后能看能不能弄回来点，能弄回来点弄回来点，要不然你只能认栽，你能速就速。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证明他们这个是利用情感进行某诈，那么你还能够搞一搞的，懂吧？不要怕。好，我现在就是1个月了，2个，我天天抑郁焦虑，手抖心慌，就因为他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你就是被这种骗了，懂吗？我跟你讲啊，姑娘，你们是属于什么？你们就是属于用运气搞来的米，用实力赔掉。我跟你说，搞米不是实力，不是本事，把米留住才是本事，知道吗？我们每天见的客户太多了。搞米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帮我出谋划策。你在他那花那100个，你在我们这1个月7、8千，搞1年才多少钱？我们能搞到的结果比他大得多。我告诉你，你完全是找错了方向啊！就是我问一下你，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把他跟这个米要回来，100个要回来，我是不是就会停止现在这个抑郁焦虑？这个现状，我跟你讲，你被他把情感搞住了，知道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 P 某 A， 包括你说的什么引入竞争机制这个那个的，他说白了，他们就是专门在利用你们这些，哎，你们这些女孩子吧，就是太容易把别人当成自己的情感宿主了，知道吗？你把你的情感依托到他身上之后，他说什么你信什么？那时间太长，对。我跟你说，米要回来还是不是？我跟你说，米不是这个事儿的症结，这个事儿的症结是在于，其实你是被人欺骗了感情，懂吗？对，所以我才会抑郁焦虑。对的，这个米其实不是症结，懂吗？这个米是在于什么？为什么你会焦虑？它里面很大一重原因是因为这个米会，因为你的这重付出会让你自己感觉自己很愚蠢，明白吗？你会觉得为什么自己的情感跟金钱同时损失了，是这种感受。你要回来只是第一步，但是而且绝大部分可能是要不回来的，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在情感上一定要做割裂，一定要断舍离，不要再继续这个关系了，这个很重要，好不好？
好，无论怎么样，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健康大于一切，时间成本大于一切，好不好？你33岁了啊。好，对，谢谢曲曲，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曲曲你说的好多话他都说过，就他说不定天天都我们直播间里抄呢。我们这个直播间是人家那个什么，人家的逐字稿模板，知道吧？然后那个有人劝我，就是曲曲，你刚刚给我提的2个建议，一个就是跟他断舍离，情感上，还有一个就是要钱，要不回来就也自己肾亏。然后还有人劝我说，让我那个要不回来就报警，或者是曝光他，让他身败名裂，因为他有很多。我跟你说啦，能想的办法都想一想，都做一做，但是尽人事听天命。好，懂吗？就是那个报复的事情也可以做，是吗？你听我讲啊，因为他有很多漏洞，对，他做的不对，你用所有的方式方法，这个叫捍卫自己的利益，明白吗 ？OK， 我明白了，好，谢谢曲曲，太感谢你。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的发展，因为以前一直听他的，他说让我考研，他说我不擅长人际关系，进高校适合我，但是我33对小孩有执念，我今年考上12月考，把握不大。我是先结婚还是先考研呀？你觉得？你现在有对象可以结吗？之前有一个2年前吧，有个叔叔，然后就是想跟我婚恋，然后这个咨询师一直阻挠，然后他家是土著，1线土著，2套房，月入2万多，对我愿意花米，而且不介意我心脏病，就是最近我找他，他还在等我。那可以啊，我认为我跟你们讲过了的，想走出一段不好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方法，虽然有点不好，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切以我为优先，就是身体先行。好，谢谢曲曲。身体先找人轮替掉啊，不要再跟这个人裹了，好不好？那我之前这些事儿找这个叔叔会不会有点风险呀？这些事儿就一滩烂的事儿。有什么风险？因为他是叔叔嘛，他是帽子叔叔。那又怎么样呢？行，我知道了。好吧，这是之前那个咨询师一直给我洗脑，说帽子叔叔会查你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不敢。真的是他们手段真的很下作，我真的看不起他们这些人，知道吧？真的很下作，真是。别慌，不要怕，好不好？只管冲就完事儿。好。他要是哪个主播或者干嘛的，直接上平台搞他。对，听懂了吗？而且他那个小柔，对他现在那个男的谈那个自客女朋友，小柔还在清华，他要敢搞我就搞，谁怕谁。好，就这样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大佬吧，我现在这个大佬吧，他是生意不太，然后1个月现在只能给我1.5，再一个小柔也认识他，我就早就想离开他了，但是我之前悄悄离开过他2次。他就是情绪特别大，然后啥也不想干，就是赖上我了，然后我又回来了，然后现在我这次肯定是要走的，我怎么样操作比较好啊？亲爱的，你看我们直播看少了，知道吗？在我们这里，拒绝是不需要理由，离开也是不需要理由的，最重要的是不回头，3个字解决问题啊！好，无论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不重要，好不好？光天化日之下，他做不了什么法治社会，好不好？好，谢谢。支棱一下，不要在那里一下子搞得像个探泥，别人还没干嘛呢，手一挥就开始往地上躺，干嘛呢？好，好，就这样，拜拜。谢谢曲曲，拜拜，曲曲，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讲，我们做人做事就是这样的，坦坦荡荡，知道吧？我们做人做事就坦坦荡荡。我给你提供什么服务，我是怎么收费，该怎么样，清清楚楚，绝对不搞那种很下作的那些事情。因为我在进这个行业之前，我大概就了解了一下，知道吧？然后呢，再加上为什么我当时对我做这个行业我太有信心了，因为太稀烂了，我觉得真的很稀烂。我们这里好多客户都是被别人的机构骗了好多米。然后到我这来，所以为什么我会知道他们这些事儿呢？烂事儿，我们这有咨询师以前也是啊，在别人机构被骗了好多，都是被男的骗。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他前面先给你找个老师给你解决问题，解决，因为他给你胡乱承诺呀，对吧？来我们这做过1V都知道，我们是不会给客户任何承诺的，
就是我们只会告诉你我们尽力，但是我不会给你任何承诺，你愿意做就做，你不愿意做就不做。你们知道很多机构他们比如说什么包这包那的，哎，搞挽回啊，这个那个的，知道吧？前面都是这样啊，给你胡乱承诺，承诺一通完了以后发现他做不到，或者他发现你傻，对不对？他发现这个女的没脑子，他怎么他就给你下套，知道吧？后面再搞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就是这样的。前面本来跟你咨询你的问题，最后变成说，哎呀，你这么好的女人，那个男的都不知道珍惜，好，一句话马上转移，转成要你跟他谈恋爱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觉得你遇到了全天下最好的男人，知道吧？他又能理解你，又能关心你，又能关怀你，居然还能解决你跟别人的问题，还有这么好的啊，360度全方位好老公吗？其实到最后都是一个一个的套，知道吧？你看，这个姑娘傻的哟，就是你们在跟她聊天的过程当中暴露了自己的极度脆弱，明白吧？然后呢，她又给你当情感的救命稻草，然后你就摇着她这根救命稻草，把你所有的利润都分给她。你说脑子坏了，真的是，还怕她说的那些屁话？我告诉你，你找叔叔，他怕的比你怕的很，知道吧？他自己做的什么下三滥的事，他自己心里没数。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有回复你们。我跟你们讲，我们整个团队里边，除了我的小助理以外，没有一个男的，知道吧？我们就是这样，我就是创造就业岗位，我也是给女生创造就业岗位。我跟你们讲，没有男的，我们不搞这，知道吧？而且你们想想看，我每天面对多少女性用户，那男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我太清楚了。这哪有在这里面不动心思的？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这里面全部是富婆，都是富婆，哪有可能那些男生啊，他就那么守得住自己啊？对不对？看到这么多有米的脑子又不好的女生，她不动脑子的，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团队从成立第1天到现在，除了我的助理没有一个男的，而且我们未来我也不打算招男的。我实话实说，我也不打算招男的，知道吧？未来我这个团队无论做的再大，我们今天就几十个人，未来就是100号人、200号人、1000号人，我大概率啊里边的男的不会超过10%。来下一个。为啥小助理是男的？因为我当初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招不到助理，只有他一个人给我投简历。然后我们2个就走到了今天，我们就携手走过了3年。我招不到人，我想找个女的没找着，我所有的人都不理我，只有他一个人给我投简历。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扯快乐证？要不要扯快乐证？哎 ，Hello， 你好 ，Hello， 断了，真的，我跟小助理是属于很有缘分，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多有意思，我招了好久找不到人，我快急死。结果我居然收到了一个人主动给我投的简历，然后那个人就是他。当时我还在跟我一个闺蜜喝茶，我说我找个女助理找不着，然后我那个闺蜜也是个女老板嘛，她说找个男助理，结果我就收到了小助理的简历。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提说话。提说话。子依依 ，Hello， 子依依说话。哎呀，你们咋回事呢？这啊？Hello， 你好。
嗨，有人吗？有人吗？怎么连了3个人上来都不说话呀？有人吗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你说。哎，你好，曲曲。你说。我是对自己现在的感情生活陷入点迷茫，然后有点痛苦。就是我的基本盘是现在在漂亮国，34岁，6到7分吧，身材小只，温柔型，然后原生家庭比较普通，是单亲的，然后妈妈是 N 某 D 性格，与我从小就是不亲，经常打压我，以至于我就是比较习惯从男嘉宾身上获取安全感和价值。然后很幸运，之前男嘉宾们虽然不是大富，但是对我都不错。然后后来我被家里逼来漂亮国之后，就是自己摸爬滚打。然后21岁时候跟20岁的漂亮国大学同学，为了能回去免费读书，就进入围城，拿了公民之后扯了快乐证。然后前年的时候在北美的小名校毕业，政府机关做程序员，收入比较低，人民币税前50W 吧，有房，资产人民币500W 左右，就是稳定。然后恋爱也都是之前都是劈叉先接，然后很多年也没有单身过。现在拿嘉宾，他是个27岁小鲜肉。遇到他时候我还没大学毕业，那时候以为自己毕业能做大厂程序员，能自己挣钱了。然后看他那时候挺帅的，是个老人，情商不高，专业，以为自己可以上岸了是吧？对，以为自己可以上岸台。对，可是去年那个经济情况就很差嘛，然后我没毕业的时候，他也资助过我生活费。他是爷爷奶奶那辈就都在漂亮国，没读过大学，寿司店工作1年，差不多40W 吧税前。然后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就很自卑，担不起事儿，然后掌控欲还很强，各种查手机，查各种遇事儿推脱，我也依靠不上他，我们就总吵架。然后我就强迫自己独立，可是他又怪我又太强势，我就感觉自己被 PMA 了。他全盘否定我价值，然后我想分，但是因为自己没单身过就很害怕，中间也想过骑驴找马，但他查太严了，我找不出去。不探测市场，我又不知道自己现在年纪啊，各种能力在哪里。然后中间也被各种发现嘛，他心里就恨我，又离不开我。然后我朋友就说我有点既要又要，因为之前恋爱都是物质情绪两手抓，然后现在就是，但是我也知道那时候是因为自己起点低，想要的很容易满足，现在就是抑郁了，就感觉没有办法自救。这边其实男生比女生多，我也习惯男生能力强带领我，但是又怕现在遇到的人太现实，这个年龄段不肯付出，我就安慰自己，就说哎，也有女程序员找小鲜肉啊，哎，要不然也有女生为钱嫁男程序员啊，所以我自己就懵了。我感觉自己的目标是家庭美满能给我情绪价值的男大厂程序员，但是我怕找不着了，所以就现在在漩涡里，不知道怎么搞，不知道要不要分，也不知道，就是已经很长时间了，1年多了。小姐啊，我跟你讲，你呀还是要认清自己，知道吗？什么叫认清自己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找所谓的小鲜肉的，懂吗？你是需要用自己的努力和绝对的经济实力来换取这张门票的。我刚刚讲你的上岸心态是什么？是你想提前上岸了，你提前了，懂吗？你自己没有到个什么年入100把200，你根本就不应该动这个心思，因为你的出身、你的原生家庭、你的人性底色决定了，没有这样的充盈的物质，你是带不来安全感的。你是不可能光通过一个男人的帅气来找到安全感的，不可能的。你的人性底色、你的出身决定了。没有充盈的物质条件，你是享受不了这份纯粹的快乐的，懂吗？所以人要对自己有认知，你就不应该陷在这样的关系里头，就直接就是断舍离。而且你已经这么大了，你应该学会单身。你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个单身的人，明白吗？是的。那曲曲就是建议我现在跟他分干净，然后适应自己单身的生活，独立起来，对的，然后再去遇自己该遇的人。对的，你好不容易已经爬出来了第一步，你要是往下掉，你就会陷入到无限的自我怀疑里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往上走是你的唯一出路，先把自己的年收入干到100往上，
然后你再来想别的。我再去找那些其他男程序员的时候，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会着重看他的缺点，然后我就会拿下一个人的优点去对标他的缺点，然后再去转移。我就经常看别人的缺点，然后去就是每次劈叉都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自我认知不清晰的问题，知道吧？还是自我认知不清晰的问题。如果啊，你要玩感情，什么叫玩感情？我可以多偶，明白吗？我想跟谁好看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门票的，否则你就叫稀里糊涂，脑子不清白，明白吗？为什么我们在金贵的关系里给你们讲说，找到一个好的大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要随意引入竞争机制。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条？是因为所有的，当我要去追逐一个男人身上的绝对资源、绝对物质的时候，我必须要做出绝对忠诚的表现，否则我换取不到这么大的价值跟利益，明白吗？所以，那么反之，如果我要不忠诚，我要瞎搞，我要随便玩，反之操作，那么我就不可能在一个男人身上求这些东西，或者说我自己就有绝对的能力供给我自己的资源跟物质。它一样是个门票问题，懂吧？所以说你是在干嘛？你是在没有拿到这样的门票之前干了这样的事儿。你不应该什么所谓的我看这个人优点看到，我告诉你，你找男人就看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人现在能不能让你变得更屌。对哦，就这一件事儿，别的东西你不要老是去看别的，你只看一件事儿，明白吗？就是他到底还能不能让我更进一步。能不能？我今天曲说了，我的指标是1年100-200，他能不能帮我搞到1年100-200？他不能帮我，我就自己搞。总而言之，我目前找男人只有这一件事儿。什么时候我拿到这张门票了，我再去考虑找不找小鲜肉，哎呀，能不能多偶，能不能劈叉，懂吗？曲这么一说我就清晰了，我确实现在迷失掉了，不像以前还会有人生的目标，准确的希望自己达到什么样去做，我现在都没有这个了。但你今天一说我就找到了，确实是我的目标是应该看这个人是否能让我变得更好。对的，好不好？谢谢曲。还有问题吗？没有了。现在好，就这样。拜拜。谢谢。拜拜。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会跟他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们觉得我一针见血？我跟你说，其实我绝大部分的我的受众是什么？其实都是很多从无到有的女孩子。为什么我的受众是这样的女生？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女生，明白吗？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之间的一种同频共振。我不能够真正的做到共情，如果我能共情，一定是因为我走过，对不对？哪有可能凭空共情的呢？是不是？所以我跟你们讲，我也是从无到有，对吧？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哪些心态波动变化，受到别人的影响，懈怠放松，对吧？或者想所谓的上岸，我这里上岸其实是一个广义的一个上岸。什么叫广义的上岸？我指的是从一个拼命奋斗的那个路径当中突然之间松懈下来，想要躺平，想要喘口气儿，就觉得哎呀我也不错了吧。我跟你们说，我的人生当中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间窗口，就是我买了第一套房子和第一台车的时候，我中间躺了好几年，那不是说躺了一会儿，知道吧？后来是我一个朋友就给我点醒了。所以说你们人生当中真的需要一些更有质量的朋友，因为在关键时候他会让你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我也是，我觉得我从一个很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然后我已经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买了车买了房，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好了。但是后来我躺了几年之后，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现在觉得你拿到的一切就够了吗？你再仔细的看一看，你觉得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对于你的整个生命来说就够了吗？他一句话给我说懵了。我一想，哎呀，我这点东西还真是不够我支撑到80岁。他说你看，你原来你做了这么点东西，你是领先于别人的，但是你躺了几年，你再躺几年，你很快就要掉下去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赶上来了，对吧？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不进则退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基因就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不可能在躺平当中感觉到幸福。你躺时间长了以后，你一定会慌张、无助、迷茫，这是必然。我跟你们讲了的，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那种悠哉的权利的，那种权利是他的家庭赋予给他的，是他的出身，是他的教育背景赋予给他的。像我们这样的女生，我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我躺不了，明白吗？我不会在躺平当中感知到快乐、幸福，我不会的。我可以胜利，可以失败，但是我不能停滞不前，就是这样。我能够在胜利或者失败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找到我自己的生命动力，因为我觉得自己活着，我每分每刻我在思考，我在挑战，我会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但是当我躺平的时候，我过不了那种生活，明白吧？所以说其实我的很多受众的姑娘，你们跟我是一种人。为什么我能够说出你心里的困惑？因为我太知道了，我经历过这个人生阶段。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也是属于小的时候心里就较着一股劲儿，说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或者一定要比别人强，我起码要混得比我身边的人好。如果你心里是较着这股劲儿的姑娘，那么你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更好的金额线，明白吗？更高的金额线，不要刚刚搞了一点点你就想着我可以了，我可以了。我告诉你，你不可以。你想一想，你再过个10年，再过个20年，你一想到自己没有现在的这种工作能力了，你心里慌不慌？所以要动起来，真的不能够躺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命运，明白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说。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时候扯快乐症和，要不要扯？我现在是这样，他是51，我37岁。然后呢，在13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中间扯过一次。他是一个，然后这13年的给了我6000W。然后呢？6000是吧？6000W， 13年。对，13年。中间扯过一次，是因为他在外面是个很儒雅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是家族遗传的，就是酒后。会。然后呢，他在我之前有一个扯过一次，等于是上一个女嘉宾和我吧，还有这2个孩子都被酒后。他这种就是很过激的那种。然后呢，我们俩中间扯完这快乐症之后呢，半年又回归了。他还是很爱我，但是他呢，应该是一直有认识我之前吧，就有 PC 的这种常态。认识我之后呢，我比他小，可能就没有，或者是晚上的不出去了。然后最近呢，我们刚认识的时候，10几年前，他公司是100多个员工，现在1000多个，越来越好了，分公司了。然后呢，我就发现他在外地出差的时候，跟我先视频之后呢，我在消费记录上查出来了，夜里 PC 了，多次 PC。后来我就发现多次反正哪都有砍，然后呢。现在我感觉他不像我们之间没有那种爱情了。现在每年就是前年发现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属于我接受不了，就闹了一下嘛，然后就又有这个
酒后这种情况，然后就分居之后呢，一年就是100个，但是他这个一年就给我100个，但是他说他现在公司拍着10个小目标，但是他只有2成了。是因为注资进来要上市，但是因为大经济不好，其实一直在往后延续。然后他说这个钱呢不能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占2成，就是一个是要上税，第二个呢，他说这个钱如果达不到那目标呢，还是要对赌要还回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就是他前年他酒后之后呢。我就要求这6000个呢，就是6000个 W 呢，就是做一个公证到个人财产，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他去做公证了，陪我签字了。但是那这6000个等于就说这6000个以后他就不能分了，就全是我的，分就分他公司的。但是他中间我们就是我之前不扯过一次快乐证吗？就是现在他这个股权结构啊，我说不好，他这个公司很复杂，他这公司是20年的公司，但是我中间是反正很复杂，我确定不了，律师呢也确定不了。然后现在我就是想要不要扯，如果扯了，像他这种情况，他在外面这个是很有魅力的那种，很儒雅的，就很快我觉得就有20岁女孩来，然后可能再生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也很麻烦。然后不扯呢，现在反正就一年给我100个，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我们是100%劝扯的，100%劝扯的。我这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体系下面，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健康快乐大于一切。健康快乐是1，后面所有东西是0。何况你已经有6000个 W 资产在手上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很简单，首先他是有非常多恶习的，而且他也一把年纪了。他其实我认为啊，他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残余价值，情感上的残余价值没有的。你无非是想图他的经济价值。对。但是经济价值，但是这个东西啊，其实很虚妄，知道吗？因为你图那些经济价值，你也是给你的娃图。你也并不是给自己图，因为其实你给自己，你的这个6000个 W 你也够花。那分掉了要多一个娃了，有可能。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谓的给娃图这件事儿，其实是很虚妄的，明白吗？因为其实小孩子他自己会有自己的成长旅程，而且这个男的无论如何他都会给他一部分。就是你去想这些东西啊，其实想有点多余。关键在于你首先得把你自己这一生给过明白，得过好，知道吗？你已经有6000个 W 在手上了，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你首先是要寻求自己的健康跟快乐，把自己的人生过明白。小孩的事儿，第一他不会不管，他有那个米，他也一把年纪了，他该管的他也会管，该分的他也会分。至于未来那些事儿1、2、3、4、5，你管他干什么呢？这就是平增一些多余的一些焦虑，知道吧？就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就是我离开家之后，他是属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有一次跟我说你们要首先他在外头任何活动，然后朋友圈都是我们3口的，就是还是展示了一个特别好的家庭氛围。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如果你不带孩子回来，长期不见面的话，他就要把他这些米以后有可能就分给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天天哄着他。在我看来都不是很重要，真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个无底洞，知道吧？只要你对这个人的物质有贪婪，那么你就永远都逃离不了这个漩涡，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是承认我贪婪虚荣啊，就是我提过，然后我也起诉过，他就给我压下来了，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等我？这种东西说了是没有意义的，明白吗？我都说了，他会不停的用这个东西给你画饼，不停的给你悬胡萝卜，那么你也会不停的有这个预期。如果说那么你要熬，你就熬到死，熬到最后一天，任何时候都不要想着打退堂鼓。人就是2种选择，知道吧？断舍离就是现在立刻马上断，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任何理由，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你熬死，我跟你熬穿熬透，就是这2条路。
你不要就是这一下躺下，一下坐下来，一下躺下，跟做仰卧起坐是最痛苦的，明白吗？那这个其实那我们现在您的观点其实就是说把自己的快乐、健康放在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啊，6000万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了。我是说这个。你听我讲啊，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你因为第一啊，你不是一个挣钱型的人格，你懂吗？真正啊，对这个有这个所有预期，还能让他感觉到很快乐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挣的这个米，他挣越挣越多，然后他会觉得自己那个内啡肽呀，夸夸夸的就在那分泌，明白吗？但是其实你们不是，你们是花钱的人，你就是这个6000万，你一年花多少钱？年花300个够了，一年花300个，6000万怎么也能让你花20年？我一直在花利息和炒股。对呀，就是你懂吗？其实你手上的米是因为你有这个米，而且你不是一个通过用赚钱来分泌多这个内啡肽的人，所以其实这个米对于你来说是完完全全可以保障你的健康跟快乐的。现在唯一让你不健康不快乐的是这个男的。现在我出来住了，我现在其实能挺快乐的，就。那我们的连麦的意义是，你今天为什么会跟我连这个麦？因为你经济水平，因为您的经济理解，我觉得是主播里最高的。我就想您通过这个，他这公司要上不上这种状态，我跟你讲啊，我什么时候扯？不是的，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很难赌的，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多老板，实际上上去的是少部分，大部分是上不上去的。而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签过对某赌的这种，其实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没有达到那个份上，而且这几年的形势他确实也不是很好。你要是说我一定能给你判断他上不上得了，我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啊，如果你要等那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等，你可千万别给仔细算着，哎呀，我1年啊2年的，没有这个事儿，知道吗？难得很。他有一个弱点，就是说他为什么怕我起诉他呢？就是因为他说一旦我起诉，他公司上市就停止了，所有的大家所有的努力都会因为他，那他是个好人的形象嘛，他人真的。所以我跟你讲，最好的策略是什么？是以你诉他这件事儿为筹码，然后做一个一次性了断的协议。知道吧？比如说让他成立一个某信某托或者怎么样，直接绑定到你的小孩身上，给你们的一生做保障，但是以就是扯快了证为前提，但是呢只是说不走起诉程序，这是最好的。要是我看来啊，那我就成为大家的敌人了，等于大家就把钱给我，但是我就成为这个公司1000多号人的敌人。重要吗？我就成一个坏人了。不重要啊，这重要吗？哦。好吧，那比如说，那大家都成我敌人的时候，那大家帮着他转移财产，这是不是就更复杂？你是不是疯了？我都跟你讲的是扯快了真的结局了，你还在跟我聊什么转移财产？我都不知道你在跟我聊啥。啊，好吧，就这样啊，有问题下次1v1吧，好吧？好的，好，拜拜，好。死扒着那个米就是不肯松手，我这也有这样的客户，真的，其实就是爱米爱的要死，也不知道，就是搞不懂。爱死他真的一生没有什么。我们那个客户也是的，无论有多少米，他就还在盘算怎么让他把他的都给我。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他说我没事干呢，我每天。他说我太闲了。他说我闲的没事干呢。他说你不让我想着怎么把他口袋里的米再倒腾到我这儿来。他说我更焦虑。他说我没事干，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我是看不懂的，说实话，我真的看不懂。你说跟一个比自己大那么多岁的个男的，是吧？恶习又多，一身毛病，然后未来身体都要走下坡路的人，有什么好做终身绑定的？我是真的那种，我这绝对以健康快乐为第一大前提的那种人，知道吧？这个就是我的顶层的价值观构建决定的。我确实不是一个一切以米为最大优先前提的一个人。虽然我们每天讲米，但实际上啊，我们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会喜欢我，这么的喜欢我，喜欢到可以为了我去到处去跟别人对喷，是吧？其实核心是在于，其实我的
底层逻辑里头，我们是以健康快乐正能量为第一大前提的，明白吗？对于我们来说，米永远是为了实现我健康快乐的手段、方式、方法、工具，这个才是我。所以说在我看来，就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时候还要去伺候一个比我大10几岁完了以后一身臭毛病的这种人。我认为我完全应该拿着这个米去开启我的人生新篇章。我为什么不这么做？我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儿。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到共情，我没有办法做到跟他去换位思考。我实在是，因为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做到说一切以追逐米为第一优先条件，我做不到，明白吗？该潇洒时就潇洒，人生就这么，是吧？短短几10年的时光，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生活，咱们都得过一过，什么样的男人都得试一下，这个就是我的想法。大家没有关注的，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而且我跟你们讲，因为我好多年前就是投工厂啊干嘛的时候，其实就经历过很多这种事儿，包括去就是看着别人怎么去融某资啊，对吧？怎么去就是走这个流程啊，真的到最后一关被卡下来的太多了，而且这个是绝大多数。而且所有的这些签了某对某赌的这种老板，如果上不上去的话，他后面那几年的财务状况就会变得很艰难。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老说胡萝卜呢？有些东西它就像悬在你脑袋前面的一根胡萝卜，知道吧？他拿一根棍子套了一根绳子，那个胡萝卜就在你前面摇，但实际上只要你人往前走，那个胡萝卜它就同样往前移，所以你永远够不到它。能够够到的是绝对的少数，绝对的幸运儿，但实际上够不到的是绝大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耗在这种去追求这个悬而未决的胡萝卜上面的。我认为这种感觉让人很难受，就是不上不下的这种感觉，永远都在一个未知性的这个状态里边，又觉得有希望，又觉得放不下，又看不到最终结果，这个感觉让人太难受了。所以我们还是喜欢把人生的每一步都活出一定的确定性，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看真的，我们看太多了，很多传统行业的老板呢，他们都是对自己的行业当初有着很大的信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是玩不过资本的。很多时候资本就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他跟你签这种东西，你上去了，对吧？他就分润，你上不上去，他还吃你的血，明白吗？因为很少量那种真正牛掰的那种企业，他是大量的人送米到他手上。这样的人他上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样的人他有着绝对话语权，懂不懂？不是他去找资方完了以后为了拿人家那个米然后去跟别人签一个这样的东西，像这样的人他本身他上的概率就低很多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要想一想他的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有没有到达这个份上，到达所有的人恨不得拼了命的把米送给他花，对不对？他就觉得那我就慢慢搞，这样的人他上的概率才大。所以你说你去求那个悬而未决的胡萝卜，你说你累不累？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说。很喜欢你人间清醒。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原来是在体制内，然后现在是在体制外，原生家庭呢比较差。然后在领域内呢，现在有小光环，年收入是将近200个，颜值是8分，有才艺。那么男方呢，也是体制内，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公务员，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应酬，就是经常在家打游戏。那原来他的原生家庭比我好很多，是高干子弟，所以呢在体制内很清高，也自卑，脾气呢也一直暴躁。那当初的时候虽然说没彩礼也没房没车，但是我创业的时候初期是他们家出钱的。那我原来体制内的编
编制也是他们家弄的。那现在我初恋到现在已经30年了，现在我45岁，他48岁，有一个15岁的男孩，感情呢也一直不错，出门还牵手的那一种，10点半呢也和谐，节日呢都有惊喜，基本上也是以我为主的，我也很迁就他，在外人面前也很给他面子。那么1年之前呢，就发现他和大学的2个异地的女同学暧昧聊天了4年，有宝贝的称呼，有昵称，还有一些亲亲抱抱的表情包。那基本上我发现的时候呢，已经经过4年了，后面呢是1个星期问候2到3次早安。那2个女同学的信息呢，基本上是复制粘贴的，也查过了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转账记录。那后来又在这些携程啊什么美团发现他帮其中一个女同学订过1次房，但是没有入住成功。那他的圈子呢，因为很清高，没有什么朋友，圈子我也一直他的同事不太了解。那这件事情以后，他告诉我他跟踪了我10几年，那一直都不放心我。那有一次我说要去健身房，他说健身房乱，就见阻止不了我，就还用刀把那个衣架给砍烂了。别，不好意思啊。那这1年大吵大闹的时候，激动的时候呢，他还用花瓶打自己，缝了7针。那这2个女同学呢，暗恋了他几十年，确实是直接是爱的往上升扑的那一种。那我都打电话都确认过了，应该说那2个女同学呢一直都有联系，但是只是这4年呢比较上头，而且他会拿他的聊天记录给男同学看，去炫耀。那这1年呢大吵大闹，他呢也小心翼翼表现得很好，但是我很痛苦，就一讲这个事情他就很暴躁易怒，砸东西砸了很多次。那10几天前吵的时候还怀疑我当时初恋的时候跟他不是处女。哎呀，小姐你不要再违规了啊。好的，带脑子。那就一直用语言刺激我，当时我就崩溃了，打他2个耳光。那现在他已经搬出去分居了，那10几天都没有联系，儿子是我带。那些我的问题是，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带儿子，初3，有种无力感。那如果爸爸在，可能会对孩子的教育好一些，但是其实他平时也不怎么上心的。那这10几天呢，我每天还是会很愤怒很痛苦，还会哭，但是大家已经也是互相很不信任了。想问一下曲曲，人间清醒，这段关系该何去何从？那么第3，如果我再回到婚恋市场，因为45岁了，机会还会有多少？哎，对不起啊，你们这属于什么？第1次连线，你们这是属于叫做就是作茧自缚了，懂吗？就是你完全是自己在走思维死胡同，根本就没有必要管他，你管他干什么？你有那么爱他，爱的死去活来呀？没他妈吃不下饭喝不了水了，你想干嘛干嘛去呗，你把他放那就完了呗，他爱干嘛干嘛，你管他干啥呀？你一把年纪管他。30年了，我放不下，一直我们都是很感情洁癖的那一种。哎呦，你少来了！我跟你说，人呐，不要给自己框那些条框框，这是属于有什么大病，你知道吧？都活到这个年龄了，他也在那，哎呀，精神自嗨一下，你让他嗨呗，你还不是可以跟别人嗨，你爱跟谁嗨跟谁嗨呗。都这么大的人了，每天不要没事找事儿，知道吧？哎呦，我精神洁癖呀！哎，我受不了他跟别人这个那个呀。我想问一下，你们2个人的10点半生活是什么样的？很正常，1个星期原来是1个月3、4次，那后来发生了这个事情了以后呢，频率提高到1个星期2、3次。你还成既得利益者了，你是不是？本来吧，是吧？这还频次低，你看你现在频次还提高。我跟你们说，人一定是这样的，以自己拿到手的为导向，以自己拿到手的为结果，再看现在这个事儿是好还是不好。你明明就是在这个事情里，你看你们2个人这个事还变好了，对于你来说，你说你是不是还能延缓衰老，对吧？你就玩呗，你聊呗。他很多时候是什么？他跟别人聊得蛮嗨了之后啊，他把我老说那个王菲那个歌是不是？我把心给了你，身体给了他，是吧？他就是属于他的思想是思想的宿主，身体是身体的宿主。他把别人想象的蛮那个，然后他把这个宿主放你这儿了，你就让他玩呗。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管他干啥？哎呀，就有点受不了。还想着，哎，我再出去找一个，结果呢？你万一再找一个那个什么1个月搞不了1回的，那你不是还搞亏了？是不是的？你现在这个盘子嘛，是个转的嘛，是个盈利盘嘛，你管它呢？
你管他这个是怎么盈利的呢？但是我觉得很不甘心，我的收入比他多20倍，就是感觉。所以你就更愚蠢，很暴躁，你还不甘心，你这有啥不甘心的？他就是个工具，你这有啥不甘心的？米你也有，对不对？娃你也有，而且10点半你也有。你有啥没有的？你有啥不甘心的？你们就是老是喜欢走思维死胡同，非要去纠结那个什么，哎呀，情爱体现在什么上？最后还不是体现10点半？体现在哪儿呢？你告诉我，它体现在哪儿？那你觉得他现在已经分居了，完全断联不联系，已经10几天了，就从来没有试过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所以你就有毛病。你就正常该回去住啊，一起住就完了呀，你管他干啥？不回，已经分居了，是他要分居的。对，是的。你去找他嘛，你把他哄回来不就完？啊，我要那么舔吗？做舔狗吗？啊，那你就出去玩一圈，好吧？好吧，你也出去找几个约会对象行吗？你平衡行吗？你看又要跟我聊精神洁癖那套，你自己非要拿自己的这一套去压榨别人，那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非要拿我自己的逻辑去框别人，那没办法。谁痛苦谁改变，好不好？这件事情是我作了是吗？不是作，是没必要，懂吗？我们的人生美好的事情太多了，我说了，一切以我得到的为结果为导向，想我在这个事情里面到底是赢是输，不要老是去纠结那些情绪化的东西。男人就2件事儿，他的米有没有给你，他的10点半好不好，没别的啦，有啥呀他精神上面跟这个，那我天天喊言声嘘是我老公呢，那我怎么的？我以后谈恋爱了，人家就说，你看你这个妈的精神不干净，这是毛病吗？那不是属于？但是我妈现在支持我离婚的，她觉得她闭嘴吧你！暴躁了，就这样，我给你挂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也很没有耐心了，还在那违规，那你就去跟你妈聊，好吧？你妈也是个糊涂蛋。45岁、50岁的人是吧？还在这，本来这个玩意就挺好，是不是挺好？我说的没毛病啊。你们告诉我，爱情它的最终的表达方式是什么？爱情是什么呀？到底两个人的爱情，两个人的婚姻到底是以什么做呈现的？到底是以什么做呈现的？不就是物质绑定、身体绑定，还有啥？你们告诉我还有啥？物质绑定、身体绑定没了。对不对？其他的东西都是一种虚妄，明白吗？都是你们脑子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构思，对不对？就是你脑子里脑补出来的一些莫名其妙，实际上就这2件事，物质绑定加身体绑定，没了。这2件事搞明白，没有什么爱情不爱情的。他要跟那个电影里头的女1号谈恋爱呢，他知道吧？你们每天易烊千玺，你懂不懂？鹿晗，你每天就这不是一个意思吗？有什么差别呢？不要自己给自己的脑子就是带那个紧箍咒，好不好？都什么年代了，真的是，哎呦，像你们这样的人不应该跟你妈聊，应该跟我妈聊。武汉阿姨岳妈，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武汉阿姨岳妈。我妈绝对说你脑子有大病。我妈绝对说你脑子有大病，你知道吧？他觉得说人都活一把年纪了，咋还琢磨这个事儿？啊，要啥有啥就完了呗，有啥想不通的，对吧？那太想不通了。孩子说他妈让他扯快乐针，你这个妈，你少跟他聊天，这么脑子都聊糊了都。真的，我跟你们讲，所有的恋爱脑都是妈教育出来的，真的，恋爱脑都是妈教育出来的。好多妈是恋爱脑，然后那个女儿就一辈子脑子不清白，知道吧？什么东西他就问他妈的意见，就见了鬼。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45岁、50岁了还那么多10点半，他还有啥不满足的？这我要是那个年龄，我做梦都能烧心。我才不管他每天抱着手机跟谁聊天呢。我只管我的事儿，我管不了别人那些。我只管我每天荷尔蒙好不好，
知道吧？激素正不正常，别的我管不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啊，曲曲你好，因为我在写一个文案，我把那个语言，那个你退出我就听不见了啊，退出我就听不到了。Hello， 你这环境太吵了哦。他想扯快乐症，你听他这个话，他想扯快乐症，脑子都被爱情冲昏了的这种人，冲到50岁了快，还扯快乐症，他扯个鬼。Hello， 你好。哎，你好，曲曲你好。哎，你说。有点紧张，不好意思。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是34岁，然后颜值中上，然后全球top 前10的硕士毕业，然后有之前25、26岁的时候有一次短暂的围城，是被渣男骗。然后呢，男嘉宾的情况是大24，有10个小目标左右为内，然后2年内是400多一点点，但是其中的200是作为大概178，将近200是作为我们一个房子贷款的资产证明的，是说好是要还的，对。因为是资产证明，然后呢，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只付出了200，对吗？所以就是另外200是给你做资产证明的，是要退回的，对吧？对，相当于是借的。对，好，接着说。然后呢，我本身现在是年入50，但是我个人的就是情绪比较弱，不像你这样能力和能量这么强。就我有想努力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上的内耗也比较多。就他对我的态度是，如果我处理不好工作的压力，他就说你别上班了，就是照顾我啊之类的。然后我相信，虽然他就是2年，他付出的不多，2年半吧，他付出的不多，但是呢，我能确定的是，我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肯定是第一时间能出来照顾我的人。对，然后现在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相处的具体情况是，最开始他只是因为我在海外一个可以对标国内的超一线城市，他只是我们第1年他只是付房租的一半，但后来呢双方有感情依赖之后，我们是天天联系的，但后来呢就开始第2年会有1-2个奢侈品，然后我们是在第2年年尾开始准备做的这个小房子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有这种就有这个200的资产证明是说好要还的，他本身的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我跟他要礼物，他会说以防你以后买的太多没有办法控制，太物质的话，就是说你要礼物的话，也必须我自己也出一部分，然后就他整体给我感觉是有一点点不是整体是不大方。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先说你的问题，你已经阐述了很多无用信息了。OK， 好，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之前我们一起这个房子的资产证明的178万，大概是200万吧，这个样子还没有还他，我就想，不想还。对，我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跟他的关系的话，应该按照道理说是一定要还，但是呢，我自己又觉得很亏，因为他确实，我有跟他撒娇说这个要不要我就作为我的私房钱，他说不行，你要把这个还了之后，他还会给我花更多的，他说你这样不还，你就是脑子不清楚，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还，肯定要还。第二个问题。是吗？这么就完全都没有。在我们这个地方，对男人啊，1没有借，2没有改，就是说，第一，我借我一定要还，如果我不还，那么一定就是拿，就是给。但凡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借字的，一定要还，否则我就是无限 low。我无论如何，我不能做一个让我把自己变 low 的行为。把自己变 low 的行为，它一定是折损项。懂吗？第二就是改，我们这个是在正常婚恋里，我们是绝对不指望男人改，懂吧？1不提借，2不提改，就这样。所以说，如果他这个米是以借的名义给你的，那么这个米就一定要还，
否则你的人寿就搂完了。没有任何书面的材料，只是我们口头的这样。我说了嘛，你把人设做 low， 那么你们的关系就截止了，懂吗？看你想不想截止，他的付出也会截止，你们的关系也会截止，就是这么简单。那您说他说我把这个还了，他还给我付出更多，这些是可以信的吗？是这样的啊，付出它是随着感情的推移逐渐的导出来的，明白吗？而不是靠坑蒙拐骗。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什么我前面借了的，我现在不想还了，其实这是属于坑蒙拐骗的一部分，一种范畴，明白吧？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觉得这个人不错，因为我不认为他付出的少，你多大年纪？34。你都34了，人家2年半就拿他就是他付出的200多，我觉得一点都不少。首先啊，这不少，你这个嘴巴一张啊，就显得心里没数，明白吧？你要说我就觉得他付出挺少的，凭什么呢？对不对？你也有过，你还有婚史呢，对吧？你自己在这个大佬的这个市场里边，真的能面对任何大佬都能拿到这个价位吗？不好说的嘞。所以说首先是自我评估，你不要过高的自我评估，因为你过高自我评估会显得你这个人有点白眼狼，没有感恩之心。这种东西呢，它未来它都会体现在你每一句话当中，知道吧？每一次展现的神情气质当中。那么你这个男的其实他本来还挺好的，他应该属于伯乐男，知道吧？因为我们4种男分类里他算最优的一个类别的。像这种人的话，那么你就容易把这个人玩废，就没意思。因为这个人无论你未来跟不跟他在一起，我相信方方面面的话，他其实都还是愿意去支撑的。他是一个说什么就是人家说的很清晰，人家跟你没有打马虎眼，对不对？我付出的就是我付出的，我借的就是我借的，人家是清清楚楚的。而且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有一定事业的女生，她愿意找你这样的女生，本身来讲就是看上了你身上的这种独立女性的这种感觉。如果你把你这个什么米，我想用这个什么撒个娇什么扣住了吧，就显得你这个人太 low 了，完全不吻合他心目当中对你的人设定位，那么他就有可能放弃这段关系。因为我之前记得您说，找这种为外的话，就是需要有10年的，就是要首先把自己10年的收入拿到这么我发现就还是物质上还是差一点，所以就有点犹豫。你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知道吧？你自己都34了，你不是一个搞大佬圈搞得风生水起，怎么这个那个的，你明白吗？对，你要评估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市场价值。你可以找正常婚恋对象，没人拦着你，对不对？明白。OK， 然后我上次有跟他聊说，如果我要一直我们这样的话，我得为自己考虑，就说因为在这边第一套房子的话，要先有2-3年之后才可以再换，然后我就跟他提之后的打算，比如说之后要换大的，还有车子之类，他说都 OK，就是，但是我好像感觉自己又给自己画了个饼。愚蠢，你非常愚蠢，真的。你看过《金贵的关系》吗？我是金贵的学员，之前也一位一果。我跟你讲，你的愚蠢的点在乎大饼不是这么画的，你这个叫做帮对方给自己画饼，懂吗？你是在反操作。我跟你说啊，画饼不是这么个画法。哎呀，我未来还换大房子的，我未来还这，未来还那男的，好 OK， 是什么？是你在帮助他给自己画饼，头上悬胡萝卜。但是饼不是这么画，饼是怎么画的？饼是表达对方想听的，对方想要的，给予对方价值，让他期许跟你的未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做出更大付出，是这么个概念。是我们画饼是做情感上的画饼，明白吗？我这一生我不想跟别人，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婚姻，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让我觉得非常踏实靠谱的，然后让我觉得能够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我跟你相处2年下来，我就觉得你就是这样的男人。我觉得我的人生理想，对男人这件事情人生理想，我在你身上已经实现了，这叫画饼，懂吧？你说如果我觉得啊，当然这个要看我们2个人的感情发展，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我值得，或者你觉得我配，
那么在我们两个人在未来相处，比如说1年或者2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否也可以考虑说，比如说去带个球啊，或者干嘛干嘛的，这叫画饼，明白吗？是你帮他去塑造感情的愿景，然后让他觉得为你投入是值当，是这么个概念。你们我未来还要买套大的啊，我明年再买套大的啊，你后年再给我添钱啊，你这到底是在谁给谁画饼啊？屁股决定脑袋，这就是你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知道吧？那您看我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继续这种关系吗？还是我应该？这个我回答不了，这要看你自己，好不好？这个我回答不了，你想搞你就搞，你不想搞你就不搞。那如果说就是我这个情况，您觉得在市场上的定位就怎么算是准确呢？您刚刚有说我有点太……如果你找婚恋对象的话，那我跟你讲，那就是能找到经济实力差不多的都很好了，懂吗？那你找大佬圈嘛，那还要看你有没有资源咯。好不好？好，有问题继续下去1v1吧。拜拜。谢谢。我很多东西我跟你们一讲啊，你们就明白了，知道吧？很多时候你们永远都是没有一个客户思维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任何事情你要想达成你的目的，一定要有客户思维。你没有客户思维，你永远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是不是？你看他的这个错误，我敢说我们直播间里80%以上的人都会犯这个错误，90%以上都是犯这个错误的。你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因为实际上啊，你们不停的是在干嘛？不停的是在找男人要承诺，对不对？但是承诺是啥？承诺是个屁，对吧？我们一定不能要承诺，我们一定要给承诺，懂吗？这个就叫客户思维。我要屁股坐到客户的位子上面去想他要什么，然后按照他想要的去表达，这样的话他才会给我想要的，是不是？是这么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学会给承诺，不要老是要承诺，要承诺要来要去，最后都是给自己画了一张张的大饼，对不对？你不停的想要他的那个承诺兑现，然后就不停的搭自己的时间、情感、空间，全部往里头搭，对吧？其实一定是要让他觉得，哎呀，跟这个女生在一起，我未来还可以有更多的情绪价值，我还可以有更甜蜜的生活，对不对？我还有更好的情感体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告诉他你的1个、2个、3个的小心愿，他就变成了帮你实现心愿的圣诞老人。明白了吧？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讲啊，就是很多女生她就是非常的 low， 她 low 在哪儿呢？就是她刚刚这个点，我这个米拿过来了，我能不能扣住？不给了，对吧？这个行为我跟你讲，只能对什么样的人啊？这个男的非常抠，明白吗？他很抠，你知道这个米下来太不容易了，懂我意思吧？就这个男的呢，他本身比如说他是个鸡肋男或什么的，然后你呢可能用了这样的方式方法，对不对？让他拿，然后你怎么办？你就磨呗，慢慢磨，能少退就少退，是吧？是这个概念。但是你们一定要搞对客户的属性，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把人分类呢？你首先要明白他在什么属性里头，你不能乱搞啊。这个男的他本身是一个伯乐男，为什么他是个伯乐男？我们在金贵的关系里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能够去选，完了又被关了，你看又给你们一讲干货，给我关播3天。想听不？我刚刚讲哪儿了？应该给我。我刚刚讲到哪儿了？对，搞明白它的属性，是吧？你首先是搞明白它的属性。伯乐男是什么概念？就是他为什么是伯乐男？因为只有伯乐男，伯乐男他有2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他愿意去选择一个有事业的女人，对吧？皇帝男是不倾向于找有事业的女人的，皇帝男他就倾向于找金丝雀。伯乐男他首先是倾向于找有事业的女人，
这是第一个他吻合伯乐男的属性。第二个属性就是他是有付出的，他不是没有付出的。如果他没有付出，那么他就有可能是生意男，懂吧？因为他有付出，而且他其实他的付出都是自己非常清晰的、理性的在付出，对吧？所以他是绝对的皇帝男的这个伯乐男的范畴。那么针对这样子本身他就有付出意愿，也愿意去给予你一定的支持翅膀的这样的人，你不要把这个关系玩糟蹋了，对不对？就算是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也一定要去争取好聚好散，给别人留一个好的印象，因为未来他还有可能成为你事业上的贵人，明白吧？不要因为短时间短暂的眼前的利益去放弃了未来巨大的一个蛋糕，这是其实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明白吧？所以分别就是女孩子，我们一定不能够把自己活 low 了，你活 low 了，你就没有身价，对不对？无论你是走雌竞还是走雄竞，都是这样的。你一定是想的是怎么把自己这个人设属性啊，把它做高级，逐渐高级起来。你逐渐高级起来之后，你就能吸引很高级的人，对不对？而且让别人为你更多的议价，是不是？所以你任何一个动作做出来之前，先想一想，这个动作会不会把自己搞 low， 对不对？哎，来，再来连下个来。生意男，我跟你们讲，只要是在网上啊，就是教你们什么啊，你要先付出，很主动，然后去找大佬的这种主播或者博主啊，他们一定是从前交往的都是生意男的，知道吧？所以呢，他的路子他是只会搞生意男。但是我跟你们讲啊，生意男一定要自己很有能力的女生，懂吗？你自己必须是想着走事业版图的女生，而且你自己的独立操盘能力很强，这样的女生找生意男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讲的就是一个价值互换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说，很多博主呢，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局限性在这个地方，他是完完全全用自己过去的经历在教你们，但实际上我不是的，我是用我过去所有的案例在教你们，知道吧？我们经手过的所有的案例，他大量的案例最后总结出来的吻合各种各样模型的方式方法，所以他对每一个人他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们看到有的，因为我知道有的啊也是讲类似啊这个讲这些的，他会一直强调啊，我们就是要主动啊，我们先付出呀，我们怎么样啊，然后让大佬觉得我就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告诉你，说明这个博主他过往的情感经历链接的都是生意男。我跟你们讲就是这样，因为伯乐男和这个皇帝男是不需要你这么操作的，知道吧？是不需要你这么操作的，因为伯乐男和皇帝男他们都是就是在人生的竞技场上面占着绝对主动位置的这样的人呐，他什么事情他都是很有主动性的，扒上来的他不喜欢，明白吧？因为他会觉得我不缺女人呐，对不对？我走到哪里，我这个气场，我这个王者姿态，我首先我就是不缺，是不是？我就不缺，你往上贴主动有什么用呢？多得很的人对我主动，主动不是他最想要的，只有那个抠的他才吃主动这套啊，因为他抠啊，他没有这个排场啊，那女的往上贴的毕竟少嘛，对不对？他是就是炫自己的羽毛啊，对不对？哎，炫自己的光环呐，但是把米卡的比较死啊，资源卡的比较死啊，像这样的人他就能吃主动的这一套。为什么？因为主动的人没有那么多嘛，对吧？但是像前面两者他不一样，他本身面对的他面对到的这个社会画像都不一样，他们走出去从来都不缺往上贴的，因为他们就是手非常大，懂吗？任何一个场域里头，但凡是一个人他非常大方，他就非常慷慨的这种，他永远都不会缺异性往上贴，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做这个动作是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对吧？一定是你的高价值吸引到他了，对吧？然后你长时间跟他两个人，哎，就是只撩不追，然后呢把他先情绪上面搞上头了，然后让他来主攻，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有乐趣，否则的话他认为一点乐趣都没有，因为他太不缺乏主动的人了，明白了吗？来下一个，不是录屏啊，我们是直播，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听得见吗？听得到，你说。我是你的粉丝，我很喜欢你是我的粉丝，我知道。是一个很迷的问题。你说，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硕士学历，今年34岁，年收入的话税后是20个 W， 然后有一个200 W 的房子，然后手里现米有100多个 W。然后 A 男呢，他是我现在的老公，我们刚领证不久，然后他家里的话是有1000个 W 的房产，然后1000个 W 的现米资产，然后他家里是做一点小生意的，是在传统行业，然后目前的话这个生意正在下行。他的话他学历比较一般，没有工作，偶尔给家里面帮忙。然后他和他们家里人都对我很好，有付出意识，彩礼的话给了88个 W。然后 B 男的话是我之前的男朋友，他的话不能给我身份，他大我5岁，我们在一起2年。B 男他的学历比较高，身材好，然后我们10点半也是特别好。跟他在一起的话，我没有图米，然后我图他能带给我一些见识，然后他能够帮我提高认知和思维方式，然后还有图他10点半，然后因为他人很好，然后基因也很好，所以我俩之前想有个 baby， 但是呢他当时没有什么米，然后他当时而且还有负债，但是呢他现在项目已经做成了，他还清了所有的负债，然后还赚了1000多个 W， 然后但是他现在得知我要结婚，他很难过，说愿意给我1000个 W 让我跟他在一起。目前的话是先给了我80个 W 让我把房贷先还清。反正就是 A 男的话就是适合过日子，他平时会做饭，以后能带娃，我比较能得到一个安稳的生活。但是 B 男的话他就可以带我看世界，提升自己，但是不能给身份。所以其实我现在很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我应该基于什么点位来考虑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这个男的1000个 W 直接给你到账了，你会不会做选择？哎，人呢？你会吗？如果这个男的现在1000个 W 打给你了，那么现在你内心能不能做选择？还是做不了，因为他是说要打给我。如果现在到账了，你还是做不了选择，是不是？对。那么你就不要选他了。那么你就不要选他了，明白吧？就是这样。我们上一场讲过一个概念，叫推极，知道吧？就是事情推到极端状态去理解。就是这个1000个 W 真的到了我的账，我都想不明白这个事儿，那你就不用想了，你就不用选他了。所以说就是看这个米到账了，我如果还是不选他，那我其实心里的答案就是，对了，那你就把米退给他，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简单？对吧？好的。看我能不能经历这个损失厌恶，对不对？哎呀，这个1000到账了，我是这个米，我的，那就算了，那你就别琢磨了，懂吗？那我就按你说的这样来操作是吧？先把它到账了，看我。对呀。好的，但是他这个还不能一次性到账，他说要先给500，然后另外的话，因为他不能够打那么多，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给。可以啊，那你就先拿500呗。可能要，我跟你讲，其实在我看来大概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跟你说，刚刚我跟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是答案了，知道吧？其实就已经是答案了。其实没有必要走这个流程的，因为他说来说他也就1000嘛。我觉得啊，其实每一个人呢，他心里都是一杆秤，明白吗？之所以没有办法往一方倾斜，是因为筹码不够多。如果他已经说就1000，他总共也就挣1000，他现在也没多的。说白了，我想让他拿个3、5千，他也拿不了，对吧？就是1000就是现在的急，懂吗？
没有必要了啊。好的，那我知道了。好吧，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推级这个概念，我上次是不是给大家讲了，是吧？复习一下，对吧？当我一件事情不知道如何做决断的时候，我把它推到极端状态下理解，看我能不能做决断。这个时候，往往我得到的答案其实就是贴近于我潜意识的真实想法的，对不对？他说给1000万，我不知道该跟他还是不该跟他，他就1000万嘛，他没有多的了呀，他打到极点就是1000，对不对？什么就是说我要是他给我3000万，我跟不跟他？要是他给我5000万，我跟不跟他？好，还有很多，但问题是对于这个目标人物来说，他没有，他只有1000，对不对？这个1000就是全部，这个1000就是全部，对吧？我推到这个状态下，我还是觉得是又给我关了。我推到这个状态下，我依然觉得不太很模糊，还是看不懂。其实就不用看了啊。那个我又被关了，这开了几分钟就给我关了。刚刚这个关10分钟，待会儿还可以再请回来。哎呦，你们会不会有一天在平台上找不着我了呀？我会不会被封杀呀？你们一定要到我们的圈圈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好多的人会跟着我一起跑，对吧？每天大家陪着我一起打游击战，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动力，让我不管被关多少次，还可以啊，在这里精神饱满的笑盈盈的面对大家。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说，喂，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可以，你说，曲曲你好，我是，好，那我开始了。曲曲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28岁，然后学历是临床医学博士在读，现在还是个学生，然后就没有一些工资收入，但是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年就是有大约是30-40 W。现在在读的学校呢是世界排名前10的，然后还有1年就博士毕业了，然后本身是临床医生嘛，然后现在在这个国家也是以后的收入也会没有什么上限，如果说拼一拼的话就是会收入很多，但是如果不拼的话，就是进高校的话，35岁之前就是年入也是100到200 W 吧，也是在很正常的情况下，只是工资。我本身就是家庭就是2线城市，父母也是当地的3甲医院的医生，也都是教授级别的，家里就是我一个独生女，然后资产其实也并不清楚吧，因为父母从来也不谈这些东西。我现在介绍一下男方的基本盘，男嘉宾的基本盘就是他今年是30岁，然后比较有社会地位那种，是大苹果，他本身也是博士学历，也是海归，目前呢他是回国了，在国内发展的是非常的好，但是他的收入就是未来的收入和现在的收入可能都没有我多。他家里是1线城市，是很不错的，是有2个姐姐，父母呢也都是经商的，家庭是年入是200 W， 然后他妈妈就是对他是非常好，非常依赖。他本身的长相啊、身高啊，我觉得是算在男生中算是很不错的那种。就是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跟男嘉宾呢是他在我学校镀金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过得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后来就是毅然的回国了。回国之后呢，他觉得他是因为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就不想再来我这个国家了。我们就一直异地恋。但异地恋的时候问题就非常多了，就是经常吵架呀，还有一些就是各种吧，就那种。然后他
刚开始的时候是答应会回我这个国家的，但是他就是觉得说在这里不受器重，他回国之后升职升的也非常快，然后但是我就很不开心。我们俩在一起之后的1年左右吧，他就提出要跟我扯证，然后表示说不扯就分手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是犹豫了很久很久，原因其实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他这个人脾气非常的暴躁，就是他生气了就开始骂人，而且骂得非常脏，而且就是冷暴力啊，还有摆臭脸啊，就是很想惩罚我那种，但是过后都会道歉。第二就是说他告诉我扯证之后想让我回国，虽然说他跟他在一个城市工作，虽然说也是1线城市，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没有什么优势了。Hello， 我现在声音最重要的是我本身在现在这个国家马上就要拿接着说，不好意思啊，对，最重要的是就是我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马上就要拿绿卡了，我就是还有几年的时间，我不想放弃。Hello， 这绿卡之后再回国我也愿意。第三就是说他提出扯证之后要跟他妈妈住，就是无论以后我们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定居啊买房啊都要跟他妈妈一起。然后我是有点觉得就是有点害怕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婆婆住压力很大。而且就是第二点是他要求我现在就是休学带球，就是因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可能，而且压力很大。他要求就是说35岁之前最少拼2个球，然后但是呢他本身是不给我米的，他觉得就是说我赚的比他多，他觉得没必要给我。他妈妈倒是会一直在贴补他，给他打钱，但是他也没有花在我身上。我们2个就是在一起3年，就是花了其实也只有4W 左右吧，就是也就是出去吃玩玩，也没有给我买什么。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男嘉宾知道我有点不太想跟他扯证，想再等一等的话，他就想跟我分手，但是我就是觉得也可以商量的嘛，为什么要这么坚决的跟我分手？他本身就说是不太喜欢我了。此外就是说我这些年就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啊，还有就是昼夜颠倒啊，就是可能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了，然后也脱发呀，方方面面的，我就觉得自己很卑微，觉得配不上他了。我觉得他的条件在国内应该有很多女生喜欢他吧，然后个个都年轻漂亮的，我觉得错过他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觉得说要不要挽回一下他，或者是练一下自己的心态和处境，是这样的。第二就是说他过2天会出差再来我这个地方跟我见一面，然后我不知道要不要见他。对，说完了吗？大概就是这样的，谢谢。我给了你5分钟，完全是为了尊重你啊，完全是为了就是让你倾诉一下。你这个事儿从你开始的第1句开始，这个男的就可以拜拜，好不好？就是这个事儿，我给你5分钟，完全是为了让你这个800块钱让你花的别心里那么冤。但是呢，我从第1句开始，我想跟你说，这种人就是早点让他死边上去，让他滚远一点，知道吧？开始他这么好的条件，这个噼里啪啦，你条件不好，你挣这么多，你疯了板了，你要去给他当保姆，你父母把你教育出来是为了给一个男的去打呀，去 P 某 A 的，他好不好关你屁事儿，你还不是好。他走他的阳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他好他的，你好你的，你干嘛非要受他打压呀？你这么多年的书你白读哪儿去了？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很好的，但是这些年我觉得我就是确实自己觉得自己也不太好了，就是因为你可闭嘴吧你，小姑娘哥哥，你可闭嘴吧你都已经说了，在未来你是一个可预期的收入状态。你本来收入也比他高，你未来的收入会更高。这种男的，首先第一点啊，不是我就不谈这个男的什么人不人品这个那个的。首先，异地恋、异国恋这个事儿，他就不可取。然后，你是这么好的光明的前景的人，你要为了他回国去跟他当老妈子，是不是脑子坏了？抽风？就是好吧。我告诉你，男人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知道吧？什么样的男的找不着呢？你又不花男的的米，不花男的的米还要找不到男的，这一说的。我告诉你，不花男人的米的女的，那么全天下的都是我的，懂吗？什么好的我找不着啊？然后我的妈呀！对。
然后我爸妈也不是很支持，因为我爸妈就是培养我也花了很多钱，然后那是我要是你妈的话，你要是跟我聊这种天，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出门了，我就给你反锁家里了，知道吧？好吧。喊什么？我跟他回国吗？我跟他见面见个毛啊！你现在立刻马上拉黑就完了，就这种人以后都不用来往了，知道吧？有什么好来往的？还什么回去给他带球，带个毛线带？他就适合找个农村的村妇，知道吧？他就适合找个农村的。你指望他什么找什么条件好的女的，找白富美？他做他的青天白日梦，他只能靠一张嘴在那骗忽悠 P 某 A。他们这种男的，他是很大男子主义的，他是那种一定要在家里掌握全部的这种人，你懂吗？这是我上次说的，又不给米又大男子主义的这种人是顶为要不得。明白了，谢谢。就这样，拜拜。拜拜。烦死！听到这种人就烦，这真是讨厌。为什么嘞？我们天天讲女性成长，女性成长，我天天说女人也可以把蛋糕吃完，然后你们动不动的上来就开始哼哼唧唧的，一年可以赚几百万，他还在想，哎呀，我要不要跟他回去带球？我要不要挽回他？我要跟他妈一起住，我不花他的米，我是不是还得照顾他？你说我听得烦不烦？到底什么样的人拖慢了我们的进步步伐？就是你们这样的，知道吧？这每天在这里骂不行，我真是烦死了。你们看了我平常日常 vlog 我多温柔一人啊？你们看了我最近发的 vlog 吧？我平常多温柔一人，我这直播的给你们搞得我这个火蹭蹭的。我每天这么努力的啊，要让大家意识觉醒啊！你们每一天就在那跟我往下溜，我天天给你往上拽，你每天就哇我要死了，我死了，你每天就这么搞，烦死了，真的是，唉。我说啊，真的，能够跟得上我的节奏的女生，才应该在这个事业上挣大米，知道吧？永远的把皇冠戴在自己的脑袋上，对不对？干嘛呀？非要把主角给他当？为什么呢？怎么呢？生下来就是当配角的命，没有这回事儿，好不好？我跟你们讲，真的，你要跟上我的节奏。不管你们搞资金搞出去，上我的节奏的人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拿大结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拿了结果以后才会掌握话语权，而不是把话语权又让给别人，又让给这个男的那个男的，见了鬼真的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我跟你们说真的，你们要按我的这个逻辑来，只有这样有一天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公司开董事会的时候做的都是女董事、女股东，知道吧？那个大苹果开会的时候，也大半边会场都是女的，只有按这种思路来，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结果。要不然的话，一生10辈子达不到这个结果。到时候你们就那种状态才叫真正的颠覆。知道吗？那种状态才叫真正的颠覆。然后你们拿到话语权，拿到结果，你们才能理解现在的男人，明白了吗？你们才能理解现在男人为什么他要玩，为什么他吃着碗里的要看着锅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资源的掌控者，资源非要往他身上扑，他怎么办呢？他不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到时候你们要坐在这个董事会主那个位子上的时候，你也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知道吧？当然你就不会说他们怎么样了，你就通通理解了，是不是？绝对的那个就是换位思考了，是吧？那一刻我们真正的理解懂得了男人，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吧，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哎，我热死了，这脖子过敏过得吓死人。给个扇子给我，脖子上不能流汗，一流汗就过敏。哎，下一个。Hello， 你好。喂。你好。
喂，哎，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曲曲你好，这是我第一次连线啊，不好意思，那个很喜欢你，然后那接下来我就开始介绍一下，就是我今年是39岁，4年前领了快乐证，有个10岁的女孩。我一直走的都是雄竞赛道，是地产类专业性非常强的设计类专业。目前有自己的小公司，今年估计年入400-500个 W， 去年好像是100家，没有细算。今年属于储备好的项目都落地了。公司目前在创业期，或许是否稳定就不敢说大话，但是估计200个左右应该会有。男嘉宾是前中苹果，45左右，中等相貌。他是后来自己在外面做项目，那么是我专业领域的甲方吧，类似。他比较会运作，身家估计4-5个或一个小目标，不确定。我是大概20年左右认识他，是他的乙方，接触中他应该对我蛮有好感的。然后21年8月他请我吃饭，喝了点酒，那个时候我喝的有点多，他说去他办公室喝茶，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我太醉了，就发生了10点半。那个时候我是没什么经验啊，事后他就说一直想照顾我。听不到了。那由于我第一次入围。喂，由于我第一次入围成就是第一次恋爱就是入围成的，经验比较少，所以就扯了快乐证以后，就是一直想要找喜欢的再婚的。那个时候呢，他的外形什么的，就是不是我想要找的那种，所以我就拒绝了。他后来和我提过2次都拒绝了，但是他呢比较有风度，后来在工作中也没有为难我，顺手的时候也会帮我一下。我感觉是他做人风格比较周到，比较照顾大家情绪的感觉。我目前是感觉我应该找不到我喜欢的再婚了，因为确实需求不匹配。那最近又跟我提了，我想咨询一下，我应该怎么同意比较好，或者说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使我的利益最大化？不是他跟你提啥？他具体怎么说的？他是那一天有一个饭局，然后饭局完了以后，他又跟我提议说要去他那，好像是要怎么样，有点忘了。但是他的意思是就是在跟我说，他还是一直想照顾我，因为他就是20年的时候那次以后，他也是说想照顾我，我当时是拒绝的。然后他这次晚上吃完饭呢，我们在那边聊天，就是说讲到一些这些最近的工作经历啊，我说也非常感谢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帮我的，我很感激的。我想问一下，他这几年的时间里边，他有给你带来多少利益？我好一些项目其实是通过他那边的，有一个项目是他帮我讲了句话，然后这个项目就留在我这边了，然后这个项目的合同额是到千 W 级的，1000万 W 级的然后有一些小的是他个人的，比如说几百个100-200个 W 的这种，他也会给我。就是相当于对我还比较欣赏吧，相处的我们聊天相处的也比较愉快，但是没有说是那种个人付出是没有的。那也是一样的呀，那资源付出也是付出呀，对不对？对，这是一样的。对。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块儿不需要什么流程啊，不需要你所谓的什么啊，我怎么去同意他，我怎么这个怎么那个，其实不需要啊，因为他还是蛮 OK 的一个人。他的为人处事啊，干嘛的都是挺到位的，你们之间就只有过1次，是不是？是。你看，一直以来，人家也跟你之间没有什么更多的，但是呢，他还是在帮你，对吧？所以这个人他完完全全是 OK 的呀，你不需要去，没有什么风险性啊，这个里头。我就是我看了之前的一些直播嘛，就是说40来岁的女生找这种大佬的话，基本就不要提要求，就默默陪伴。那个有好处更好，没好处呢就是帮衬一下，就是找个依靠嘛。那么我在想，我就是走这个路线呢，还是可以委婉提要求，就是对我来说是哪样是更好的？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人问题不大。我们首先是判断这个人，懂吗？判断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物画像。首先这个人他的底色来讲的话，他就是个明白人，而且他不是那种装傻充愣的，他是一个属于伯乐型的这种大佬。像这样的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对象，
而且你呢正好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跟他之间的关系绑定对于你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已经被论证过了，懂吗？所以说你跟他在一起能够拿到更好的结果，这个事儿是已经被论证过的结果，它是没有什么风险性在这个里边的。那么他还能给你一种情感依托，对吧？因为你也是长期没有情感依托，所以他作为你的情感宿主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我觉得你就按照就是正常的男女谈恋爱的这种方式啊，去给他提一个比如说一个定情的礼物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以你的身价干嘛提这个话也不会 low， 因为你毕竟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对吧？你每年还是自己能挣几百个的，所以我觉得你去给他提一个，就是说你就是直接说，你说我是希望能够，因为我特别重视你，因为其实我特别的重视你，重视我们这层关系，我真的是很在意，所以说呢，其实你前面跟我提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心里就是我很害怕我这一步走的不好，或者说害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味儿。你说但是呢我想了一下，我确实也是单身很多年了，现在呢你说我要去找一个能够就是跟我有一定的这个情感链接的人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对我们这个关系就是也是更认真一点。那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礼物的表达或者什么，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觉得舒服一些。就像这么聊，这个东西不用很那个，比如说几十个 W 的这种，知道吧？可能就是20-30个 W 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就 OK。好的，因为我其实到现在年纪这么大，但是我是从来没有拿过男人的米的，就是所以我一开始去提这个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对，按我跟你说的这个逻辑说就没问题。OK， 只是说因为我其实不是为了图这个米，明白吗？我只是为了他的一个诚意表达。因为你没有什么情感经验，懂吧？因为你没有情感经验，所以你是个小白兔的状态。虽然你的年龄在这，但你在情感里其实是很青涩的。在情感里青涩的女性，当她要开启一段正式关系之前，她想要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就是定心丸，是非常行云流水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本身没有任何逻辑漏洞，所以你可以做，明白吧？好，知道了。但是其实我本身也没那么青涩。就是我刚刚还想讲啊，就是我现在其实是有一个在相处的男朋友，但是他是年纪比较小，00后，但是他就是完全符合我原来就是我恋爱谈的少嘛，就是对于男生的一些期待吧。那么虽然他偶尔也偷吃，但是我们相处比较愉快，也不需要我给米。因为他比较喜欢跟我一起的感觉，我就是支付约会开销就可以了。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接受大佬了，还可以同时跟男朋友在一起，这种问题有什么好问的呢？这个是你的手艺问题，这个不是你不应该问我，懂吗？这个是你翻不翻车，这咱也看不着啊，是不是？这你有这个手艺嘛，你就搞，是吧？你没有这个手艺嘛，那就只能2择1了。你要看嘛，你要看到时候这个相处频率的问题啊。那我了解了，行，我注意一下。好吧。还有问题可以下去1v1啊。我们欢迎会赚米的女生来找我们1v1，脑子清醒一点就通的啊。我适合1v1吗？可以啊，可以1v1啊。如果你要跟大佬处的话，可以1v1啊。OK， 我知道了，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果然来连麦的都不是普通人，那必须的，咱们这个直播间那在平台上是出了名的，对吧？富豪集散地，富豪与富豪的女人的集散地，没毛病吧？是不是没毛病？这个东西，这个精神内核，但别人直播间怎么挂大标题都没有用。什么大标题？年入1000万的男人在想什么？这标题挂了毛用没有？对不对？咱们都是用实力说话的，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走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连麦流程，不要上来随便排是排不着的啊。
我们的连麦流程是你一定要首先到圈圈跟小助理联系以后，要把你的故事告诉他，然后呢，他首先是要告诉你我们的连麦规则，看你的这个故事能不能上来连。这个他这边看完了啊，然后你的稿子写的没毛病了，然后你们再上来，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时间段，然后你再来送礼物，我们的就是在送800 RMB 的礼物排麦，然后才能连的啊，这就大家不要做无谓的这个排麦动作，在这里排几个小时，不知道在排什么。来下一个。经常每一场都有人问，哎，我第一个啊，怎么又给我顶下去了？每一场都有人问。对，我们每一个连麦是10分钟。Hello， 你好。曲曲你好，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你说。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是30岁，然后自己创业，年收入差不多是80万，然后在超一线，长相6、7分。然后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20岁的生意男，然后我咨询的目的主要就想看一下他这个人是不是愿意付出米的，然后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付出米。生意男，你是哪听来的这个词儿？你不是我们学员吧？你刚刚听来的，你听了课吗？我们生意讲3个字，但凡生意男一说出来就已经是不付米的了，这你怎么还问呢？我们的分类里头，当我们把它划到这个类的时候，就说明他不是个付米的人，懂了吗？你先说来，还有比较，你陈述一下。对，就是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我最重要的诉求是，我想进入到他的那个社交圈，看看能不能认识更多的大佬。然后我就是最近2年我自己创业嘛，我就经常参加一个运动俱乐部的一个活动。那个俱乐部就是它是个只是运动的，不是那种需要交很多米才能进的，所以门槛也不是特别高。然后我前2年就认识他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生意男，所以我就没加他的地球，他也没主动加我。但是上个月我想不是，你是想说他是做生意的吧？对，他是做生意的，不是叫生意，那个是我们的一个分类，知道吧，小姐？下去把课多看几遍啊！你接着说。好的。然后我是上个月我想扩大我自己的鱼塘，我就主动加了他地球，加了1周以后，我就主动邀请他参加了一次活动。活动结束的时间是晚上10点，然后他就要约我吃饭。我说这次太晚了，我说下次有空我请您吧。然后我之前跟他接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这次接触我就感觉他的那个眼神就是色眯眯的。活动就是聊天间隙的时候，他就和我吹，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做什么行业的，他就说认识我们同行业特别大的一个公司，但是其实他不知道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公司是我们公司的客户，潜在客户，就是还没有合作，但是是可以合作的。然后他说他跟他们那个大领导特别熟，然后我过了几天我又约他参加了一次活动，然后他答应的也挺痛快的。然后活动间隙的时候我就和他聊天，我就跟他表达我希望他能帮我牵线搭桥，认识一下这个公司的老板，我想跟他们合作。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这个公司是不是你自己的呀，然后问我进没进围城，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我都没有。然后他对我问的这个请求，他回答的就比较含糊，我感觉他没有给我什么特别明确的是能还是不能，但是这个事儿也确实不是能与不能，就是还得看看那边的态度。然后活动结束以后他又邀请我吃饭，我就和他去了。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在聊他自己创业这几年来的心得呀，就是在教我，然后拼命的灌我喝酒。好在我酒量还可以，所以我就没醉。然后他就说自己多么牛啊，然后我就在那儿当一个小迷妹，我在那儿夸他。然后他还问我的收入是多少，然后他这个人长得虽然年纪大了还挺帅的，然后他还说了一些他自己感情方面的经历。他说他围城这20-30年有过2段就是红颜知己但是他不可能扯快乐证，所以后面这个红颜知己都跟他结束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点我呢。然后他也提到了我跟他求他的这件事儿，他说人家愿不愿意跟你合作，这个得看你分给他的米是不是人家想要的。然后
后我说那可以大家见面一块聊一聊啊。他说他说行。然后后面吃完饭快1点了，他就非要送我回家。然后回家的路上他也不是特别老实，然后就被我言辞拒绝了。然后他还和我暗示他和维内的那个没有感情，平时他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就相当于是单身什么的。然后到了我们小区门口，他还要送我上楼，然后我就坚决没让他上。后来他就送到小区门口就走了。然后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很贼，他问完我的收入水平以后，就问我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我就说是租的。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不买一套，我说我怕交月供的时候断供，我说我这个心里没底。然后他还说他自己有一套房子要卖，问我要不要买。我说你那个房子太小了，我想买个稍微大一点的。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是上周吃的，他问我周一他要去外地参加一个活动，他那个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当时是答应了他的，但是后来我感觉不太踏实，而且我想扩大的那个圈子，我也不想扩大外地的，我只想扩大本地的。然后我周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个客户周一要见面，我去不了了。然后他那一整天他都没回我消息，然后周一早上的时候他才回我了一个好的。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他去外地参加活动还没有回来，我就想看一下这个人。如果他实在是不舍得掏米，然后我想就是通过他去扩大一下我的社交圈，因为我平时实在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大佬，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戏。没戏，一点都没。我告诉你啊，你就不该为这个男的花这800，知道吧？这还我说。他连生意难道不算，他连鸡肋难道算不上？这种人他都进不了我的4种分类，知道吧？啥不搞，上来动手动脚，哎，一把个年纪了还在那靠脸卖脸吃饭呢，一把个年纪了还靠着他俊俏的外表吃饭呢，他这不纯扯呢，在这儿。他每次请你吃饭都请你吃啥呀？因为他第一次请我吃我没去嘛，然后第二次就是在他家附近，然后我自己挑了一家日料店。然后呢，吃了多少钱？就你们就吃过哪一次饭？对，我不知道吃了多少钱，反正是他付的。你选的地你不知道多少钱？就是我随便指了一家，我估计那顿饭可能500-600吧。我的妈！我跟你说，姑娘，就这种人饭都不用跟他吃，知道吧？跟他吃饭都耽误时间，纯耽误时间，好不好？还能聊出这种我有一套房子，你买不买这种天儿？妈的，这男的连饼都画不明白，我这看不起他，知道吧？这连个饼都画不明白，我真是看不起他。这靠脸吃饭都靠到这把年纪上了，我真的这种人在我心里真的，我连四种分类我都不带他玩的。真的，主要是吧，我就想着，就是因为我确实看他朋友圈，平时经常分享他去各地参加活动，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我跟他参加那些活动，我是不是能扩大我的社交圈？扩大个毛，扩大！这种人一点毛用都没有，知道吧？目前为止也没有见着任何的人脉。我想着说带你去吃饭吧，你好歹有个饭局强一点，什么在你家旁边吃饭，他这是啥呀？他就是那种分批付出主打陪伴的这种男的，你知道吧？个老白脸儿，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要为这种分批还没出的人在这连麦啊，耽误时间，耽误钱。那我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跟他来往了，一点必要都没有，根本就不用理他，知道吗？他让你去陪他去外地的时候，他想的就是你只要去了，他就可以跟你那个啥的。结果呢，你是放他鸽子了以后，他就很不爽啊。他其实是在用这种，他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第2天才回你，你知道吗？我知道，就是他第1天是生气了，但是他第2天又不想完全放弃。他不是生气了，他是想通过1天不理你，看看你会不会再主动反扑。明白吧？对，他想看我会不会紧张。你要是扑了，他就拿捏死死的，那你就是一个可以完完全全被白批的对象，懂了吗？因为你还没有上他的套，所以说呢，他第2天追了一条消息。但是这种人毫无结交的必要跟意义，耽误时间，好吧？但是你能帮我指一条路吗？就是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因为我之前的感情经历都不是特别好，我已经对进入围城你们是脑子不好，知道吧？下去把我们的那个金块好好看一下，在社群里面好好认识认识，社群里面的姑娘不知道能带你认识多少人，这不比这些东西靠谱，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我也不想进围城了，我只想就是多认识一点大佬，看看有没有就是没有人让你进围城啊，没有人让你进围城啊。对，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遇到那种伯乐男能带带我的那种。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遇到，好不好？你只要主动的去打这个圈子就行了。你在我们社群里多跟他们沟通一下呗。行。好吧。但是我朋友说还让我就是他回来我们这儿以后还让我试2次。那你就跟你朋友聊吧，会送好不好？你这稀巴烂那些圈子有啥好听的？看会不会送东西之类的？送个毛！他送东西，他送超过800多块钱的东西，我跟你信。哎呦，真搞笑！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说，我看的案例样本，我跟你说，我看过案例样本，比你长这么大见过的总人数还多，你信吗？哎呦，行了吧，懒得跟你废话了，你真的是，就你们这种问题，就在社群里面跟人家聊一下就能给你解决，你根本都不用上来跟我连这个麦，知道吧？也别跟你身边那些朋友聊，那些人这啥人都没见过，还让你在这扑呢。好的，就这样挂了。好的，谢谢啊。能不能珍惜一下自己的米呀？我老跟你们说，为什么我们要800？因为我想让你们在连麦之前想一想，这个人他值不值，对不对？如果说这个人在你身上都没有付出个800，你就不用来连了，800都没有。哎，我们这个地方啊，我跟你们讲啊，我们这个地方不是连麦的地方，我们也不是给大家做咨询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是让你们投资的地方，懂了吧？凡事他都要讲一个投资回报率，懂吧？在我们这个地方连麦，在我们这个地方做1v1，我们统一讲的叫一个投资回报率，明白吧？你这个男的在你身上800都没付出过，就证明你不需要跟我连麦，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评判标准，对不对？800总该啊，请一顿饭连800都还没到过呢，800块钱都没到你就上来连啊？你这个米也不是大浪打过来的吧？我真服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很简单吧？这个衡量标准是不是很简单？我也没有对你们要求特别高吧？我没有对你们要求特别高吧？800，好吧？哎，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真的是这种男的，我跟你们说，我们社群里面的小姐妹，真的一个顶这种能顶20个，你信不？那脑子活络的女生，圈子大的女生，一个能顶这种男的顶几十个，在他身上不知道耽误什么时间，耽误纯耽误功夫。我告诉你，能力强的女孩子，她就是玩社交软件，她都能玩出一堆大佬圈，你信吗？根本不需要什么场合不场合的毛场合，我就长了一双慧眼，我这双慧眼就是场合，知道吧？但我目光所及之处，我都能把这些人给我挑出来，我不需要，这还非要讲什么场合啊？不用场合，你们都不知道我过去在社交软件上发展过多少的甲方、乙方、供应商、合作伙伴，我们有啥场合坐在家里都可以搞定的事情。Hello， 你好。Hello， 你说。你好。连上了吗？哎，你说。蛐蛐你好，就是那我直接问问题了哈。就是我现在的是34岁，然后呢，恋爱经历呢就是几乎是0吧，对。然后因为家里面就是家教比较严嘛，然后我之前一直都有那个抑郁吧，然后30岁左右，然后才开始就是觉醒，然后自我疗愈啊什么的。然后学历呢是国内的top 20这个样子，然后长相呢是7，然后家境呢现在差不多有10几个小目标吧，但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有点紧张，白富美是吧？就是
白富美也可算是吧，但是但是因为我就是一直就是有抑郁这个问题嘛，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社交的圈，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婚恋这块要怎么走？哎，来，我们先呼吸，来，呼吸，来呼吸，平稳一下，不要说激动了，好不好？你们就是属于什么呢？你们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嘛，知道吧？我跟你说啊，姑娘，其实啊，你们都是属于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啊，缺乏一点点的勇气。就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抑郁所以没有社交，而是因为没有社交所以你才抑郁，知道吗？身体先行啊，身体先行。就现在压力挺大的，就是外界的压力和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外界的压力是什么？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是什么？我们把这个话说出来啊，不要把它笼统的称之为是压力。你要告诉我，你认为什么给你压力了？婚姻，主要是婚姻。是你父母在逼着你结婚吗？他们现在没有，之前有，然后现在没有了，但是他们又想了个新的方法，就是让我准备去 DIY。那这个事儿有什么压力呢？不做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自己因为原生家庭不是很好嘛，所以就是对这个情感的需求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希望就是其实我有自己的这种有点执念哈，所以也不知道是对不对，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嘛。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的家庭幸福吗？你自己的家庭幸福吗？可能我爸妈他们觉得幸福吧，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幸福。你觉得不幸福？你觉得你父母两个人的相处状态是你想要的吗？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你想要的。好，那么也就是说，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情感模板，并没有打得很好，对吧？那么可能你内心当中憧憬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的东西，对不对？对。那么那种模式的东西，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呢？也只能说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比如说我的哪个朋友，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展现出了想让你看到的这一面，对吧？理论上是这样子，就是这些道理我其实也都明白。不是道理，我是想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你想的那个东西啊，它可能就不存在，那么你想了就没有用了，你懂我意思吗？你憧憬的东西，它得有可实现性，你的憧憬才有价值。你憧憬的东西啊，可能它压根儿就没有，明白吗？这很多女生啊，她对于自己的这个择偶对象的标准，或者说她对于婚姻的理解，她对于情感的憧憬，她所有的，她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切实际的，她根本就不贴合实际情况，不贴合现实生活。你就会发现，你永远都在追逐一个压根儿不存在的东西，求而不得，永远的求而不得，你们就会觉得抑郁，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找答案。那对，所以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现在这个基本盘哈，那曲曲，你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要找婚恋的话，就会？我问你，你谈过几段恋爱？真实的恋爱你谈过几段？就是靠谱的哈，不讲稀巴烂的哈，就是靠谱的，可能也就这么一段两段这个样子吧。我想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啊，你呀，要多去谈，知道吧？别管是人是鬼，谈了再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谈了以后，你才知道真实的男人是什么，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否则你永远都是在憧憬。什么时候你能明白你憧憬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可能发生，你就和解，懂吗？我们是跟真实的男人在一块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呢？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要多谈呐，你谈一个两个啊，可能你还觉得是不是我谈的这两个不好，你谈个10个20个，你就会发现个个都不好。然后你就和解了，
是这样的，对的。就是我之前其实真的就是现在都就之前真的是小白兔啊，就是因为就是现在想想，其实就是被批某 A 了，然后也是有过跟就是围内的人，但其实就是典型的白批是吧？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想就是认识正常的这种关系都可以。我跟你讲，认识人呐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刚刚说了，你社交软件一刷呀，你一个星期可以见10个，知道吗？你们是属于什么呢？自己的脑子啊锁得太死了，总觉得我要找一个男人，我要找一个正经的，我要找一个美好的，我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吻合我的憧憬的，然后你就发现你妈死找不着，对不对？这个人不是这么找的，知道吧？你对真实的世界缺乏认知，你憧憬的东西它不存在，然后你的这个高标准呐，你永远都达不到，你就总觉得我怎么接触一个人那么难，那是因为你把标准树立的太高了。那比如说像前几天家里也有介绍嘛，然后去对碰嘛，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看了一下条件，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合适。所以啊，我跟你说，本身你们就缺乏评判体系，所以你站在外面看，你去评判更评判不明白。任何人，我跟你说，以你的状态，你一定要去处，而且呢，要处让自己开心的状态。就这个人他跟你相处能不能让你开心很重要，他能让你开心，那么你就能够把自己从这种情绪里面释放出来，知道吧？哪怕他就是像个小丑，每天在你面前搞杂耍都可以，知道吗？不要按照你的那个框架，我要找一个什么条件的，我要找个这样条件的，我找个你找出来的人是人是鬼你都不知道。OK， 然后就是但是我又有点就是害怕，就是因为我情感上一直就原生家庭不太好嘛，其实说白了就是很容易依附他人，所以我也很难进入这种就是比如说关系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也很害怕，就比如说万一对方真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个人不是很好，但是我又很容易依附他，就那种感觉。你为啥依附他呢？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你可以依附的，也没有谁是你可以依赖的，也没有谁是值得你信得过的啊！你搞明白哦，你先搞明白哦。我们没有，我们不可能依赖任何人，依附任何人，信任任何人，好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想要不要出国，或者是因为我其实因为之前身体嘛，然后情绪的问题，包括我现在就是之前是在我父亲公司上班嘛，然后后来因为就是关系一直处不好，然后最近我3年了都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呢也基本上就是说白了就是靠家里养着。然后我对这一点其实自己也很有评判，就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嘛，就那种感觉。哎呦，职业上其实也经济没办法，我告诉你啊，姑娘，我告诉你啊，甘蔗没有2头甜，知道吧？如果说花是父母的米，你就得听他的话，你就不要有太多过度的自我追求。这个世界上比你有米的人多了去了，被家族绑架的人多了去了。多少世袭家族的那种，人家婚姻是自己完全没有选择的事情，何况你就是一个身家10几个小目标的，别人有那种身家100亿、1000亿的，更是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为什么？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的第一步。你没有经济独立就不谈精神独立，首先满足你爸妈的意愿，然后再来谈自我。甘蔗没有2头甜，否则你就出去拼出去闯，你哪怕赚个3000、5000，你自己养自己的，你不花他的米也可以，选一条路走。那建议呢？就在职业或者是婚姻，我建议啊，就是建议是什么？听你爸妈的也没毛病。年纪有焦虑嘛？有啥好焦虑？听你爸妈的，他要做完你就去做完，他要你对碰跟谁你就去跟谁，把他要解决的人生大事解决完，你再去寻求自我，好不好 ？OK， 好，就这样啊。好的，拜拜，谢谢。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不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们的人生都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对吧？穷人有穷人的困扰，富人有富人的困扰，对不对？你们穷人想的是，哎呀，我没米，我痛苦，我这个我那个，但是呢，你有一点好，就是什么？你实现经济独立特别容易，对不对？
你不说大富大贵，但是呢，你实现经济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特别容易，因为你实现自我价值的门槛很低，对吧？你就是家里啥也没有的情况下，你说你拿结果的门槛是不是特别低？多少平凡的家庭，对不对？只要自己的小孩要是出来呀，搞一份工作，他要是找个工作8000、10000的，他恨不得要在这邻居那里敲锣打鼓，说我家这个小孩多优秀，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这是穷人有穷人的困惑，但是他同时他也有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在于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的门槛低，所以他容易找到个人价值。但是呢，富人呢是这样，他有他的优势，对吧？他们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干嘛的，他在经济上面他是不用愁的，但是他也有他的困扰，他的困扰在于他实现个人价值的门槛过高。这个里面他就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会觉得很无力，他觉得我的家族是这个样子的，我再怎么努力，仿佛也无法获得他们的认同，获得他们的认可，对吧？因为从零开始走，要走到他们那个高度，他想一想都觉得很艰难，对吧？那我走不到那个高度，我始终得听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心中也有他们的困惑。其实这也是一种精神负担呐，对不对？很多时候，其实你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承担的可能是身体上的一种负担更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更多的是承受的是精神上的负担比较多。他要想做出成绩，想要去独立自我，其实特别难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基于自己的基本盘，然后干嘛？让自己快乐，知道吗？其实解药就是这个，解药就是让我高兴，这个是解药，而不是不停的去思索什么生命的意义，这意义那意义，每天觉都还没睡醒都想到了人生尽头，这没有意义，知道吧？我认识的很多二代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有一个毛病，总是喜欢在找对象的时候吧，去寻求这个家庭的缺失，明白吗？就家庭缺失的那一部分，他想要在找对象的时候去把它补出来，然后他就发现他老是在吸渣，其实这个动作他不是这么操作的。我认为适合富二代的方式就是什么？如果你已经看懂了，你实现不了什么个人价值，或者说你也没有办法，就说白了，你自己出去挣个什么3000、5000、1万的，你根本就活不起，因为你父母可能一个月给你给个什么10万、20万，对吧？你觉得我自己挣米活不起，那么你就想明白这件事，想通了以后干嘛？你爸妈说干嘛？最大的事先给他办完，明白吧？这个就是你的项目，你把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轻松；你不把这个项目搞完，他就跟你死磕，你们谁也不想放过谁，对吧？就谁也别放过谁。事实上，我身边看到的案例也是女孩子啊，也是家里催的要死、逼的要死的那种啊，也是以前焦虑。后来我就跟你说，我今天闭着眼睛把婚一结，闭着眼睛把娃一生，好，头一铁，知道吧？头一铁呀，心一横，然后呢就冲了，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就扯快了正了。但是他娃一生完呐，他父母啥也不管了，知道吧？把米哐哐哐的就给他，哎，你可以玩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你别抑郁啊，只要你不要在家里抑郁，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最大的事情解决了之后，他反而就松绑了，明白吧？这个就是这样，因为你的父母是你的老板，你首先肯定要吻合你老板的诉求，然后再来谈你的个人意识、个人意愿，对不对？你不要自己又没有这个独立行走的能力，完了以后，哎，为什么又给我关了？我讲的这么好的，为什么给我关了？没有独立行走的能力，你就不要在那扯什么，哎，我要自己，我要寻求我自己，我对这有执念，有那有执念，你有什么资格有执念的，对不对？先完成你父母的执念，再完成你自己的执念。今天就被关了5轮了，啥日子啊这？看明白谁是老板啊，服务好老板，不要对抗，好吧？先服务好老板。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是啊，我讲的都是正能量，他也关我也没办法，我是好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把我打掉，他们永远当不了第1名，对吧？没毛病吧？先把我给举报关了，他们才有可能，才能竞争。来下一个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的地方都关注起来，太容易丢了，太容易走丢了。没钱的父母说的话能听吗？反向操作，你就走上了50%的成功轨道。如果你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搞法，那么你就只能活成他们。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 你好。柳柳说话。柳柳说话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快乐之一就是到处跑。每天看一看能坚持多久。诶，今天坚持的更久了呢，真棒。来，下一个来。今天封了，这第5次了吧？第4次还是第5次了？杀不死我的，都将使我更加强大。Hello， 你好。Hello， 你好。说话。Hello， 有人吗？有人吗？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妈呀，怎么这么费劲呢？怎么这么费劲呢？普通人的恋爱观，我每天讲的都是也很适合普通人恋爱观的，但是不能太下沉，知道吧？因为我觉得太下沉的时候，你不应该寻求恋爱，你应该先想办法挣米，不要一天到晚把男人当救命稻草，真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大城市的阿姨1个月能拿到1万多的比比皆是。喂，旭旭你好。哎，你好，你说。现在可以听到了。我讲一下我的事情。我的话今年是29岁，然后我父母之前是做实体的，之前的话有100-200个 W 吧，然后现在的话行情不太好，也准备就是不开店了。他的话是在小县城里的一个富二代吧，然后他父母的话年收入是2-3千个 W， 他父母比较强势，然后他也是属于比较妈宝的。婚后的话我就发现他 PC， 然后没有10点半到现在4年。从去年的时候他就一直要求跟我离婚。不要违规啊。不好意思，就是去年一直要就是要跟我分开，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就是离开他家有1年的时间了。然后3个月前他提出就是跟我合开饭店，拿到钱之后他又不让我参与。我父亲找到他父亲说了这件事以后，
他又说等到饭店就是开了以后又全部让我管理，他还是要回到他父母那边去做事。然后我的话是长期处于在他家被他和他妈妈处于一个打压的一个地步，然后严重精神内耗。之前他和他母亲就总是来我家告状，说我脾气不好。我的话是一个乖乖女，但是我妈妈一直说我脾气不好，导致他们就更加严重的精神霸凌我。然后我这边的诉求就是说，这段婚姻是否还能维持？然后我的就是情绪和精神内耗，我现在已经是吃不消了。如果离开的话，就是如何能够就是比较好的退场吧。然后财产方面的话，婚前的话他是给了80个 W 的彩礼，婚后的话他有70 W 在我这里保管。现在的话彩礼在我父母那边，然后70 W 的话现在这4年已经花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对我拿了他这70 W 就是一直都耿耿于怀。然后我目前的话就是在找工作，然后也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因为之前一直都在带娃。然后他的饭店的话我是不太想去，因为如果我跟他一起开的话，他到时候又会甩锅在我头上，就是又会说我各种不好。说完了吗？说完了。姑娘啊，你说你这个关系继续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的话我确实是比较害怕就是那个意义是什么？你就是怕别人就是说闲话。那么你现在痛不痛苦？现在就是非常痛苦。好，非常好。现在痛苦，别人说闲话也痛苦，对不对？对。两个可能都是痛苦，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对。那么你觉得你自己能不能设想一下哪个痛苦更大？如果说真的分开的话，我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会继续来就是精神打压我，因为我们毕竟有孩子的话就是断不掉感觉。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做的，明白吗？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你自己选的，别人怎么对待你都是被你允许的，都是被你教的。是的，就这么简单。你在这个关系里已经稀巴烂了，对，出了这个关系呢，虽然也有可能是稀巴烂，但是是不是还有可能不稀巴烂？它是一个50-50的概率，对吧？对对。这个关系里呢是100%的稀巴烂，对吧？对。那么在我看来，你斩断这段关系，它是一种必然，因为你只是为了给自己搏一个50%的概率。是的。那么我有50%的可能过好，对吧？那么我就去往那个50%的可能性里头奔，是这么一个道理。什么他还要剪不断这个那个，不。首先啊，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世界啊，都是围绕你展开的，懂吗？懂。人眼睛一闭，世界都没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都是围绕你展开的。你想让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想让这个人消失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你就可以做到。关键在于你对自己能不能狠下这个心。就是离开的话，就是自己有一番作为，对吧？作不作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人，你可以完完全全不用理会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的动作。对，这个是重点。他之前就是打压我了，然后不行，他就一直拿我父母来压我。不重要，你的父母你也可以不管，明白吗？我再说一遍，这个世界都是因为你而产生的，你的世界里面、你是第一位的，无论是你的父母，什么这个男的那个男的都没有那么重要。当你自己觉得这件事不对，这件事不好，这个人不好，那么你就可以做隔断，可以做隔离。就这么简单。那您这边看下来的话，就是觉得他确实是不太适合我，对吧？他不叫不太适合，就这个世界已经稀巴烂了，好不好？是的。没有意义，好吗？任何一个关系，任何一个人的存在，他要对我赋能，对我产生价值，能让我越来越好，能给我能量。我也是这么觉得。然后他甚至现在还就是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说他到时候饭店开车让我过去。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于我而言都不重要，都是空气，明白吗？明白。
你根本就不用思考，不用听他说的任何东西，都是空气。你只需要搞明白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去做。明白了。任何人说的话都可以不听，明白吗？还是要考虑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永远的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好的好的啊，你就把这句话给我写下来，贴你们家墙上，懂吗？我等一下谁要是让你感受不好了，你就先把他拉黑，包括你的父母在内啊。就是因为我确实就是容易就是被外界影响，然后到时候妥协。人都是一点一点改变的，懂吧？你要走出第一步，做割离也是要从一个人开始割离的，然后2个人、3个人、4个人、5个人。好的，就是我自己觉得不对的事情，我是要遵循自己的想法。对的，不要去管外界怎么说。对的，还是考虑自己的感受为先。对的，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好吗？明白。好的。我确实是长期就是被打压了以后，然后更加的自我怀疑，加上内耗。我告诉你，他们说的话都是空气。对，好不好？好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是我自己能量比较低嘛，然后再加上这么多年，确实也跟社会脱节。该找工作，你1个月花不了几个钱的，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谢谢老师。拜拜。好的，拜拜。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说我跟你讲，我绝对说的不夸张。你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还存在吗？可能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上来讲，你认为这个世界还存在，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活的就是这一生。你的这一生如果结束，这个世界它就结束了。因为对于你的生命，对于你的事业来说，它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是一切的本源？我是一切的本源，我永远都要把我放在整个世界的第一位，因为我的世界都是围绕我展开的，知道吗？我的世界也会因为我而结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主体，对不对？所有的人他都是配合，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这个剧本，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我就是导演，我自编自导自演，对吧？我想演什么角色，我就要演什么角色，我就要往什么角色上面奔，是不是的？然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是我的配角，对吗？你们一定要这样理解这件事儿，一定要这样理解这件事儿，这样你才会知道，我活着的每一分钟，我一定要让自己快乐，知道吧？否则的话，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们有的时候又抑郁啦，对吧？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了，就是没有搞懂这个逻辑，你就是没有明白这个世界都是因为我而产生的，都是因为我而运转的。我眼睛一闭，这个世界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所以在我活着的每分每秒里面，我一定要为自己活，我不要为任何人活，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所有的人是这样。首先啊，你们要爱自己，对自己好。什么叫爱自己，对自己好？就是以我的感受为第一先决条件，对不对？我要感受到平静、舒适、快乐，那么我才有能力给别人快乐。我是不是跟你们讲，打个比方，就好像你们在飞机上面，人家是不是说，你是不是要自己先戴好氧气面罩了，你才能救别人，对吧？所以你们不要老是想着去先怎么去，我要去取悦他，我要去取悦他们。首先是能量调频，我首先要把我自己的脑子盘顺，我能量要对，我自己要开心，我自己要满足，对吧？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仔细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是有感知，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有没有感知？你们一定是有感知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可以复盘呐，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就好像你们说，妈的，我那吵架没吵赢，我好像再重新再吵一回，是吧？因为什么？你盘一遍，你是不是就知道
我那天那句话没说好，对吧？我没搞爽，没有往搞爽，我再重新搞一遍，对吧？我下次不能搞输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们是这样，当你们的人生当中产生任何的让自己不快乐的感受的时候啊，想一想，如果再发生这件事儿，我怎么才能让自己舒服？我怎么才能让自己快乐？对不对？什么才叫做我以我自己的感受为第一先决条件了？对吧？慢慢的去调整，慢慢的去做，让自己真正的做到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为自己所用，你就不拧巴了。你们不要老是想着什么什么这个不孝了，那个不敬了，没有这回事儿。我告诉你，真正的孝，真正的敬是什么？是你自己强大了以后给他人赋能的，包括你的父母也是这样。你的父母就是因为你太弱了，明白吗？你太弱了，他就老觉得他还要救赎你，实际上他也不懂怎么救赎你，他救赎不了你，他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等你自己真正的能量强大了，你真的有自我框架了，你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我就要以我的感受为第一先决条件的时候，你的能量就起来了。你的能量起来了，他也不用救赎你了，他也好了，你们就都彼此安好了，对不对？不要活在那个很小的格局里面去想，我在哎呀搞得他不高兴了，这个那个不，首先是我要高兴，对不对？我高兴了，我能量对了，我的世界就顺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柳柳，柳柳，柳柳，你好，柳柳，他不行啊，他一直不说话呀。来下一个，这么正能量的直播间一直被投诉，是的呀，我也很冤呐，我也很冤呐，这么绿色正能量，对不对？其实我是真的觉得啊，有价值的其实就是这种思考，怎么让我自己变成一个积极正向有能量的人的这种思考，这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吧？因为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它都要术的层面上的东西，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从道上面解决问题，从根本解决问题，你就明白了，其实那1个2个的术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带孩子，然后宝宝21个月，老公围城后创业贷款，负债是300W。其中有我家这边的100W， 他现在是出去上班，1个月工资8K， 后面会有提成，多少不太确定。还有店铺的每个月收入大概是2W。他是 YP 和 PC 都有，中间有过一次加。还有一次在家里摔东西，情绪不稳定。如果
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好的话，他就怪我。之前有一次 PC 的时候谈过一次扯证，当时他说负债都归他，后来他知道我和家里人说他 PC， 他就说按照程序来，负债一人一半，现在就还是坚持一人一半。我现在是想问一下 ，Hello， 我听不到了。说 Hello。听到哪里听不到了？我听到你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他说要一人一半。对，他现在是坚持一人一半，然后我现在怎么样可以少分一点负债？你这个没有问律师吗？问了，他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话是不可以。就我现在能不能做一点什么措施让少分一点负债数？还是说我现在还是先不扯证，还是先稳住他？怎么弄？这个他的这个负债是后面会窟窿越捅越大吗？还是说他就恒定在这个值了？应该就恒定在这个值了，就等他拿提成赚钱赚米还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那个提成。那你现在有下家了吗？没有。有下家？没有。没有下家？你自己现在有工作吗？还没有。那么你急于扯这个快乐证是干嘛呢？就是和他在一起过得很不开心，然后每天负能量很多。那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啊，你要有工作，有圈子，知道吧？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在找自己的抓手。首先，这个负债的这个事儿很简单，你也只能看天，对不对？看他啥时候能把这个负债还上，因为你已经问过律师的专业意见了。你如果说拿不到他的证据是他个人的这个负债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是要跟他对半去承担这个东西的。你肯定还是得指望他一点点的去把这个米填掉，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首先是应该做一些能够让自己状态变好的事儿，这个很重要。先把自己的生活先破圈，先撕个口子，而不是想着怎么去跟他了断这段关系。因为其实这段关系目前，其实如果你不要去管他的话，其实他也不会对你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就是他那个我都不在乎，我主要是想着怎么样可以就是让他继续给这个家，比如说他发了那个工资的时候，怎么样继续往这个家里去填补那个负债，而不是说自己就花掉了之类的。他现在会把这些都花掉吗？目前是不会，目前就是他到8K， 然后他转我7K。对呀，那就维持现在现状不就行了吗？但是他好像是过得有点不开心，觉得我不体贴他，不懂他，然后就我什么都做不好之类的，就这样。那他不开心不是应该的吗？他不配呀，对不对？他这种反应你是啥反应呢？就说我就说我说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开心怎么样？然后他又说就是让我温柔一点，不要那么强势，然后让我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好，就然后呢？然后你啥反应？我就说那个，我说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孩子，我说我可以改变。你看。你又想扯快乐证，完了以后你还在聊这种天儿，你这你到底想不想扯快乐证？想扯，我是怕他到时候就因为这个跟我吵了之后，我负债不就得自己一个人还了吗？那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是他拼了命的要跟你扯快乐证，那个话语权不就在你手上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是你不舒适，你想逃离，所以他不肯，那么他不放手，话语权是在他这儿，对吧？我现在有一个那个店铺，然后每个月可以盈利1万左右。So， 想表达什么？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的意思就还是说要等到他把那个债清了差不多以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换一种方式。如果他再跟你聊这种天儿，我告诉你，我刚刚前面在讲什么？我说是不是首先让我自己快乐为优先，对吧？我让我自己高能量为优先，对吧？他跟你聊这种天儿，你就像我跟他说的，你不配，明白吗？
你就跟他说，你什么时候把你这个负债问题解决掉，到时候我肯定温柔的对你，我天天给你揉肩膀，天天给你捶腿，在此之前你说你就跟我受着，你说你再找个女的跟你去共同负债呗，跟你去养娃呗，你说你一身的窟窿，你自己什么几斤几两，自己没点逼数，就这么跟他聊，懂吗？你不要，哎呀，他说我不温柔，他说我这，他说我那，你说大哥，你说你以为你哪位呀你说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你自己看不看得明白？你像这么跟他聊天，懂吗？首先是把自己搞爽，哦，然后他要是受不了了，让他走，他来逼着你扯快乐阵，那就对了，那就没毛病，对不对？好，要受不了，让他受不了，你有什么好受不了的？债是他捅出来的，又不是你捅出来的，你在这里做小伏地干什么呢？行，我知道了。他就在家里老是使唤我。你为什么要听他使唤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听他使唤？你说你手脚断了，你就这么跟他说呀，对不对？他说你说手脚断了啊，你说你自己这么大个窟窿，这屁股擦不干净的，你说你搞不清楚，还在家里使唤我。你说你请个阿姨吧，你说你有没有钱？有钱你去请个阿姨吧，你就这么跟他聊。你说现在你这个情况，你能有个老婆都不错了。你说你再重新回归单身市场，你再试试，捅了这么大个窟窿的一个光棍儿，还有没有人要啊？你就这么聊，知道吧？如果说他还是就是他跟我把他逼到那个份上以后，他跟我说扯证，然后他还是说坚持那个一人一半，咋整？你就继续 PMA 呀。我跟你说，现在你的问题出在这儿，你首先是自己没快活，懂吗？你要是把这个事儿盘快活了，他不跟你也可以不扯，懂不懂？哦，说白了就这个事儿我说了算，我在家里快活，首先是第一位，懂吗？然后扯不扯证这个事儿怎么的？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想扯，他跟你谈你就一定要扯吗？为什么呢？对不对？我先把我自己整快活，我还可以出去玩呢，我想干嘛干嘛，懂吗？因为他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嘛，现在。对啊。我怕他我家那些不还了咋整？你怕个毛线呢？怕你家里给他没有借据的，没有欠条的，没有转账记录的。都是通过我转给他的，通过我可以让他补一个。啥意思？啥叫通过你转？就是那些钱都是那些米都是通过我，然后再分配给那种供货商或者之类的。那么这个米是根本就证明不了是他找你借的。是，对，他是口头跟我说的，然后我去找家里，让你父母先让他去补借条，好吧？哦，你就别了，好吧？你一开口又弱鸡了。什么东西都没有，米就往外送。你们这些人，你说这不欺负你，欺负谁？知道了，好，就这样，拜拜。你们不知道吗？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招啊，就是以前那个我犹太朋友教我的。他们不是说吗？为什么他们犹太人不愿意找美国女人结婚？因为他们犹太人不是很有钱嘛。然后他们说很多美国的女的吧，就专门就是搞他们结婚，结完了以后呢，就在家里上蹿下跳，然后搞得他们精神崩溃，最后没办法，然后就逼得他们主动提扯快乐证，然后分财产，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犹太人一般来讲都会签婚前，知道吧？然后这些女生呢，她们就签呗，没所谓就签。然后前面呢就是各种好，各种情绪价值，各种甜，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各种跳，各种作，各种搞事儿，然后就把他们搞到精神崩溃之后，没有办法，只好给他割，就是这样。真的，这我跟你说啊，生活中处处是智慧，你们知道吗？生活远比电影电视剧更精彩。很多老有人怀疑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剧本，我告诉你们，真正剧本是写不出来的，知道吗？你们看看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有几个有水平的剧本？没有的，知道吗？真正精彩的这种故事，你写是写不出来的，一定是真实世界的发生，他才搞得出来那么狗血。因为人的想象力是很有限的，你们知道吧？
你的想象力都是由你看过的世界所构建的。你要是没有见过那些稀巴烂的案例，你想都想象不出来。真正的狗血一定是在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听的故事越精彩，越说明那个故事是真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有这么强大的编剧能力。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说了的，不是谁都配得上你的情绪价值的，好吧？情绪价值是用来换真金白银的，我谢谢。你们天天对这个是什么玩意儿也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你们那叫情绪价值吗？你们那叫软弱。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Laura。Hello， 你好。哎，你是贴发票的吗？哦，对。哎，好，你说，终于有个贴发票的了，好久没有贴发票的了。不好意思，我声音有点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和男生的情况，就是我们俩本来是城外，然后他现在是为了我出城，但是他那个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矛盾，他就特别就是他就因为很愧疚嘛。然后对我这边也不是特别满意，就觉得我太不懂事了，也不会为他们着想。你在说啥？你稿子写没写？我写了一个，但是是之前的情况和现在就不太一样，就是我现在的问题。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和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他因为自己内心也特别纠结，他就觉得他以前也有一个家，然后还有孩子都特别温馨，但是现在就和我这样子，我又跟他的关系我就特别不懂事，他就觉得我经常就作来作去的那种，然后呢？他反正就是对我很不满意。就是我感觉现在他的内心就是比较偏向他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要不下去1v1吧，小姐，你下去1v1好不好？你这个阐述能力也是够呛啊。我之前1v1了1个月，但我感觉就是我跟他的关系还是没有解决，没有怎么解决。人家都为你出城了，你也走不到结局，谁的问题呢？哎，但是我就感觉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矛盾。这很多矛盾，你说呀，很多矛盾。就是他觉得我特别不懂事。那你是不懂事啊？那你能改不？但他就觉得他想要一个老婆的那种感觉。你本来就是，人家当然想要那个了。你要不然呢？人家要什么呢？你告诉我。我觉得我也在做呀，但是什么？但是就是他比如说看到他的朋友那种夫妻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女生他们就是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女生就一直跟男生同甘共苦，然后一直就反正他就特别羡慕。但是我觉得我和他我也是这样的呀，我就不懂为什么他现在。你需要长期1v1啊！你需要长期1v1，至少半年以上。至少半年以上，就你这个水平还有点够呛啊，小姐啊！咱们就是说，如果你的表达是这个状态的话，任何一个有点水平的男的，他没有办法跟你进围城，知道吗？因为你实在是脑子里太没东西了。
我因为别的东西啊，你的阐述我现在听不到，但是呢，我现在只能听到你的表达能力、表达方式、逻辑思维。这个男的，因为你贴发票上来的，这个男的至少也给你付出过500个 W 往上了吧，对吧？那这个男的就是大佬。一个大佬，他如果真的要找一个老婆，不说别的，如果说你连谈吐方方面面的你都跟不上，你都上不了台面的话，他怎么把你当老婆？他的圈子他还要不要了？他脸他还要不要了？我感觉第一次我可能有点紧张，我平常还好一点。这不是紧不紧张的问题，你说半天呐，你的所有的陈述都是没有重点的，知道吧？没有重点，没有逻辑，没有事实，就是你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听了半天不知道你在说啥。我是建议你长期1v1，为什么？我认为啊，你可能需要非常多的话术，知道吧？你可能需要非常多的话术安排。好的，好吧，那就先这样。我还有一个就是人生，现在时间还你说，我尽量理解你啊，你说啊。就是我和我妈妈的问题，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继父就是他反正就是一直猥亵我们。哎，不好意思，你这太违规了啊！不好意思，你这个已经触犯法律问题了啊！触犯法律问题了，你就去找律师吧。你看啊，我上次是不是跟你们讲，我说能够支撑一个人持续在你身上进行大额的付出，持续加大额2个条件双达成，那么你需要具备以下3种条件当中至少其中1条，且另外2条不能缺失，对不对？有没有课代表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哪3条？其中至少达成1条，且另外2条不能缺失，才能够支撑一个人对你长时间的高投入。第一个是什么？绝对光环，对吧？绝对光环。第二个是什么？绝对共鸣，对不对？绝对共鸣讲的就是聊天、谈吐、内涵，你肚子里的货，知道吧？第3个叫绝对10点半，是吧？这三个至少达成1条，另外2条不能缺失，对不对？就是你要不就是非常有光环的人，对吧？高价值嘛，对不对？哎，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斯坦福毕业的，对吧？或者说我是超级大主播，对吧？我是什么明星，我演过多少部剧，我这个那个，这个叫绝对光环，是不是？绝对价值。要不然就是我说绝对共鸣，就是你能跟他沟通啊，让他觉得他找到了知己，让他觉得他只有跟你聊天的时候是最能够放下所有的戒备的，且是最能够得到共鸣的。他打过来的所有的球你都能接上，你还能给他打回去，他脑子就嗨了，对不对？这就是绝对共鸣。然后我说绝对10点半，这个就好理解了吧，是吧？哎，你这个方面确实啊，技艺超群，是吧？哎，也能至少达成1条，且另外2条不能缺失，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看一看自己能不能达成让一个人在你身上持续高投入的条件，有没有具不具备，对不对？一个男的如果他要把你娶回去当老婆，且这个男人他是个大佬，那就绝对意味着持续高投入，是不是的？前面他可以给你付出这么多，但是后面他还能把你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意味着他的这个付出不能降啊？他得持续高投入啊。持续高投入，他是不是就要开始衡量你这3个点位了，对不对？你这3个点位1条都不1条，对不对？你还来问我为什么这为什么那，是不是？那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没得聊了呀，是不是没得聊了？那你说怎么解决？一点点补啊，一条条的补啊，对不对？看你哪条能快速补的就先快速补吧，对吧？你实在这个脑子这玩意儿它不好补，对吧？光环你先把10点半补一补，10点半先补长，对吧？10点半补长了，你再去看光环能不能补长，光环能补长，你再看这个认知能不能补长，认知补长是最难的，对吧？会聊天这个事儿啊，难于上青天，这是最难的，因为它这个东西装不出来，它就是一个绝对的底蕴，走过的路，你的认知看过的世界决定的。这个东西是最难补的，另外2条略微好一点，第3条最好补，第1条、第3条就是第2条是最难补，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喂 ，Hello， 你好。你好。我能这次能能听见你说，是这样子的，我的人生太狗血了。我是出生于一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人生这么狗血。我出生于一个4线城市的局长家庭，我是独生女，然后我18岁的时候考到了211的大学，上海，应该说是比较完美了。然后我23岁的时候，然后呢被500强的一个人害了，就是同事，然后把我搞成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然后我当时是特别想留在上海，所以呢我家有钱，但是我没有购房资质，因为我是本科生，没有那个户口。结果呢我就24岁的时候找了一个1.84米的复旦博士帅哥，家里是穷的，父母都双亡的那种，然后他马上就给我钱了，马上就跟我牵手了，然后我当时以为自己得了个便宜，觉得我找了一个帅哥，还是个复旦博士，我的天呐，我的人生好美好啊，还天天发朋友圈晒。结果我跟他2个人结婚就住到我家里来了，租的房子在陆家嘴，我自己掏钱的。然后第3个月的时候，我顺利的怀上了儿子。然后我家那个陆家嘴的那个房子租的也太小了，5000块钱租的，很小很小。然后我爸当时就不同意给我们买房子，然后我是私奔去结婚的，我是用211学历落户南京结婚的。然后呢这个怀孕第5个月的时候，我妈妈说你别在那个鸽子笼里面挤了，你回家住别墅吧，我就回老家了。结果这个男的每周都来我老家找我，安徽每周都来。我现在反应过来了，他是对去看儿子的。结果第5个月儿子死了，5个半月的时候 OK， 我生下来一个死婴。好，不要再讲这个词了啊。对，就这个意思。是生下来就去世夭折了，然后他就开始找我爹要200万。他说你给我200万，我这边我也找我老家的人借100万，我们买一套房子。毕竟我也是上海户口，你女儿跟着我7年之后也是上海，那时候是7年还是几年？他说，然后我爸爸说不存在的，不可能的，不会给你的。结果他就开始对我性冷淡。哎呀，小姐，不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我们连麦规则啊？我知道。你再违规一次我就挂麦了啊。行，然后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就是后来呢，我就受不了了，我觉得我一个局长女儿下嫁给你了，我绝对不是编故事。如果我是编故事，你也没这没啥编的呀，你这也没有那么精彩呀，你赶紧的，别在那自己在那搞完捧哏当逗哏，那你给我关了。最怕的就是这种，我给你讲个笑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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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笑完了以后，笑话还没讲，自己会笑死，最后笑话一讲是个冷笑话，最怕就是这样的，知道吧？给我关了。那
我没有编故事，他们那个也不是很精彩的故事啊，没编故事，没人让你编故事，我们这几千万的大佬都没人说编故事。哎，我的妈呀，这是不是的嘛？你们生活中没有那样的吗？他给你讲个笑话，然后就开始笑了10分钟，最后那个笑话一讲是个冷笑话，全场鸦雀无声，是不是的？难不啊？我们这直播难不难？你们就说吧，难不难？太难了，真的是。哎，难呐！他没写稿子吗？写了，但是没有按照稿子读，他临场发挥了。就你们这水平能不能不临场发挥啊？我就说啊，咱们这个水平就是自己能不能不要临场发挥，好不好？没有这个临场发挥的能力，能不能不要瞎发挥？真的是服气。不要脱稿，好不好？你们演讲的时候不要脱稿，行不行？不脱稿的都乱七八糟，还脱稿。来，下一个来。我说吧，一违规马上咔嚓关掉。心爱没连我。心爱没连我。跑了6个号。Hello， 你好。你好。哎，曲曲你好。哎，你说。喂。你这个太吵啦。现在呢？你能不能换个地方连啊？你这不行，你这太吵了。你待会儿吧，你换个安静的地方再来。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喂，你好。哎，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那个就是我今年28岁，未婚，然后是男嘉宾是城内，比我大7岁，35岁，然后我们在一起3年了吧，目前有一个7个月大的宝宝。我们在认识第1个月的时候给我买了一辆车，认识10个月的时候给我买了第1套房子，认识1年半的时候买了第2套房子。我们是在18线小城市，就是1个月工资大概3000、5000的这种情况。我们俩情况都特别好，什么哼哈呀、情绪价值呀，我就是没有光环，没有工作，家庭呢稀巴烂，稀巴烂的不能再稀巴烂了。然后呢，我由于我的心态，不好，现在我们就是搞崩了。我现在把这个情况搞崩了。就我一直起跳，一吃醋起跳，吃醋起跳。然后最近这一次弄崩是因为，
他一直不来找我跟女儿，然后我就晚上给他打电话嘛，然后上头了，我就抱着女儿去他家门口找他了。其实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是想见他而已，就这个意思。然后因为这件事，他就我们俩就崩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就是，我们俩之间的感情问题就不要再谈了。女儿有什么事，你家里边有什么事，或者是，你跟女儿这个家里边有什么事情，一律给我打电话，我都给你解决。但是我们俩之间就不要再谈其他了。他现在态度是这样的。然后呢？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还是不是特别死心嘛。我说这个关系还是有必要继续，还是说就是这样一个结局了？继续这个结束都得有个说法，是吧？你这种东西说白了啊，你就是属于没有段位的人嘛，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段位的人嘛，在这胡搞瞎搞嘛，对吧？把老板当老公的这种搞法嘛，对不对？把老板当老公的玩法，那肯定是玩到沟里头去，这是一种必然。那事情走到这儿了，我是建议啊，因为这个人他态度非常清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注重家庭，且非常害怕这个事情给他带来家庭动荡的一个人，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件事儿，对吧？那么你呢，本来呢只是作为甜品可以的，但是你要上桌当主菜，那肯定是搞不了。他很清晰，而且呢，他认为你的性格控制不住你自己，那么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后患，这个是他的想法。我认为你还是目标导向吧，以物质为导向，这个本来也是你跟他在一起的前提、先决条件，以及你对你未来小孩的保障。以物质为导向去做动作，不要以情感为导向去做动作。我不知道该怎么联系。我告诉你，他越是怕什么，你就越是要搞什么，然后开口就行了，懂吗？就是你这种时候呢，如果说你想把他的情绪盘顺，其实对于你的未来来说也拿不到什么很大的结果，而且它是需要非常长年累月的，就是你要一点点的再去哄呀，再去怎么样，然后再去证明给他看呢，你不是一个会闹的人呢，这个那个的，然后用女儿创造链接呀，然后什么的，但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漫长，而且这个人他的人设非常清晰，就是他永远不可能给你想要的那种陪伴和情绪价值，因为他的重心是非常清晰的。我是觉得啊，你就一切以物质目标为导向就好了，该开口开口，该提条件提条件，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你就找他，就是这么简单。中间我们两个没见面，是中间的一个朋友，共同认识的朋友在来回传话，然后朋友问他，你是想一次性就这样解决掉分开，还是说一个月？他说的是一个月。他肯定不想一次性啊，一次性那不是要割肉吗？对不对？我是觉得啊，一次性也要有，一个月也要有，是这样，都要有。这两者它并不冲突，并不矛盾。首先，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隔断动作，那么以这个隔断动作，首先就要买一次单，是这样，买一次大单，然后后面每个月的还是该怎么搞，应该是这么个路径。所以我才跟你说，你不能以情感为导向，不能以情绪为导向，因为你以情感为导向，以情绪为导向，你所有的这些动作都做不出来，明白吧？他之前放过狠话，他说就还没崩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又关了，完了，今天算是搞不成了，哎，搞不成啦，给你们支不了招了，下去1v1吧，这姑娘，你跟她说让她1v1吧，她这个故事最好还是1v1吧。还有第二波吗？今天还有第二波，这个号封10分钟，我才开10分钟，开了10分钟，哎呀。大家我们且行且珍惜，
且看且珍惜吧，宝子们。跟他试下去1v1吧，我大概的思路其实已经跟他讲了，只是说做不做得到的问题，知道吧？这个男的说什么都没有用，说白了，这种时候你想拿最大结果，就是要敢勇冲，就是这，没啥别的，没什么别的了。这种时候你还想着我怕他不高兴，我怕他未来彻底的敌视我这个那个，这种时候这种情绪都没有任何意义了，知道吧？这种情绪只是会让你拖节奏，拖后腿。没办法，这女的还在天天想着爱呢，爱呀！她这女的一听就是爱这个男的，爱的不得了，对吧？我说了嘛，把老板搞成了老公嘛。Hello， 你好。哎，我听不到了，你退出了，不要退出哦。好的。哎，你说。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啊。就是我今年36岁，然后在围城内，然后围城呢是第2个围城，那跟我现在的这个老公呢是5年的感情，然后进入围城的，但是当时推入围城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这个兴致都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吵架的频率是很高的。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夜不归宿，就经常的夜不归宿，就只要跟我有什么小毛病啊，就是什么小矛盾什么的，只要吵架就夜不归宿。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一直都有沟通，但是都没办法解决。然后呢，你们的10点半也很低是吧？也那个时候不是很低，他就是反正只要有小矛盾，他就会出去个2-3天，然后就不回家。然后我们进入围城是因为带球推动这个事情的。然后怀孕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直都也有这个问题出现。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我发现他跟他的同学劈叉了。然后当时我就起跳了嘛，然后叫他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他婚前买的这个房子公证了1半给我，然后当时他也照做了。然后这个事情呢，我就想了他既然有这样的态度呢，我就继续和他过日子嘛。然后在经过2-3个月以后呢，又因为了一些小矛盾，他又出去了2天。然后这一次呢，我就想着说不忍了，因为这个事情，他夜不归宿这个事情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上的困扰，导致我现在就是整个睡眠就很差。就比如昨天晚上我只睡了2个小时，就是精神上面的这个折磨非常的大。然后这一次我就想我不让步了嘛，然后我们他是5月份发生这个事情，从5月份一直到现在分居了4个多月。然后现在他来给我谈这个事情，我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拖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想要他主动跟我谈判嘛，就我想要这个房子所有的，就是把这个房子所有权归到我的身上来。那么今天早上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因为可能拖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中途我也没跟他沟通过任何事情，然后他又给我主动发信息的话，我都跟他说，我说我们之间不要聊什么，就是离婚这个话题，不是，就是扯快乐症这个话题就行了嘛。然后现在就他今天早上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意思这个房子让我接盘，或者是把它卖掉，然后分1半给我。就他对我的诉求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接盘的话，就因为这个房子他名下还有贷款嘛，我是要想跟他谈一下，这个怎么去谈，就让他把这个房子所有的尾款结清，然后把它过户给我。现在你们是在以扯快乐症为前提去谈是吧？对。那么你多大了？36岁。你是未来是想着一定要跟他扯快乐症的吗？对。
是这样子的，这个男的呢，他是个非常清晰的多偶，对吧？他是个非常清晰的多偶属性。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多偶男来说，他最大的一重诉求就是完成多偶属性，就是无论他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获得任何一重成就，赚的任何一分米，其实他都是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完成他的多偶属性。那这个呢，其实是他最大的一重需求。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试试，就是说先假性迎合他的需求，先不谈扯快乐症，先以假性迎合他的需求，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多偶属性了。那我现在觉得说，毕竟我们都有小孩了，我也希望小孩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跟他没有孩子。你们不是怀孕结的婚吗？是我听错了吗？没有当时掉了，已经已经掉了是吧？反正你就是按这个思路去聊，就是说还是因为你觉得能够结个婚也不容易啊，其实还是希望两个人能磨合一下。然后呢，也知道他的情况，大概率呢是收不了心，但是呢，只要能记得回家就行。我觉得可以像现在这么聊，看能不能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就是说，但是呢，我的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个房子现在要过给我，或者怎么样，就说我还是想跟你一起过的，我并不想跟你分开。我觉得你可以先这样聊试试，然后先把房子过来，然后后面的事后面再说。因为你如果以扯快乐症为前提去聊，那他是不会让步的，他肯定是不会让步的，没有任何让步的理由啊，对不对？我这边是这样打算的，就是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也无所谓啊，反正一半也是我的。是的呀，我跟你说了呀，就是说现在不是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先努力嘛。对呀。就是说，先假性迎合他的需求，先看能不能把房子过来嘛。如果说这样子聊，他还是不同意，那么你就扯快乐症嘛，就还是一半一半嘛，对不对？好，我懂了。好，谢谢曲曲。好吧，好，就这样啊，拜拜。对吧？我们说了的嘛，你想达到你的目的，首先是要假性达到对方的目的，对不对？客户思维。先用客户思维先去聊，你才有可能聊得出来这个结果，否则的话你是聊不出来这个结果的，对吧？为什么它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了的，其实多偶他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完成多偶属性，明白吧？我为什么说多偶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任何原因变成单偶的？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所有的努力，赚的每一分米，赢得的所有的社会价值，他全部都是为了完成他的多偶属性。你不可能让他不这么干，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就是家里外面这个那个都平平的，他想要的就是这，知道吗？他觉得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女的，哎呀，他能接受我这个，他能在家里给我坐镇，那我就觉得太完美了。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最想要的。所以你首先是看能不能从这个需求点上先去打，看看能不能谈一轮。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又回复你们。不可能啊，不要在那里做梦什么迷途知返，讲这种鬼话，不可能的，知道吧？甭管是男的女的都不可能，只要这个人他是个多偶属性的，你就不要想着他能变成单偶，别想，知道吗？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他的多偶属性。来下一个。你突然觉得这样来回跑很有参与感是吧？哎，这就对了，这也是我们直播间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特色。我们这特色直播间知道吧？游击直播间你们见过吗？平台上没谁了，就我。这不是特色是啥呢？啊 ，Hello， 你好。你好，曲曲，是我吗？哎，你说。哦，曲曲，今天终于连上您了。上次我跟小助理反映了，填写了那个问题是7夕的时候，
稍等啊，我稍微有点紧张。然后我跟他反映了问题，结果那第二天要连的时候，我有些事情就没有连。现在其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样，我先把我写给助理的稿子念一下，还是先说问题？先念。好的，是这样子的，我现在29岁，然后对方呢他是41，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24，他36，是在 YC 认识，大概拖了半个月，然后就是有了10点半，后来转为了男女朋友。他呢金牛座，对金钱上比较抠，刚在一起就是后来随着感情的加深吧，他对我的投入有慢慢的增多。他是大佬，然后去年我们分手过1年没有联系，这1年里他是没有给我经济资助的。去年年底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之后，那么我们2个又和好了。他答应了我现在的房贷最迟今年会还，我等到现在也没有还。然后今年刚复合的时候呢，他还大方一点给我买了车位什么的，这车位也不贵啊。才那个8万，然后后来就是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又是越来越小气，然后可能公司它也真的目前存在困难，我是能够感受得到，这是一点，但是我感觉也有别的原因，就是也有可能是他不那么想付出了。那我在这段感情里的内耗十分的严重，一点也不快乐。有些短暂的快乐的情况下，是我暂时能够接受躺平。然后我最近就是我那时候提了那个买保险，因为我说我没有安全感嘛，他也没有给我存款，然后他说等公司的款收回来，然后那个我想买什么类型的保险都可以自己买，结果也还没有买嘛。还有说他想把我准备出国留学的钱准备好，这个钱大概也要说米啊，不要违规。对不起，就是出国留学的米准备好，这个要70-80个 W。然后也是因为他的原因，我今年这个9月份这个出国赶不上了，只能等到明年1月份。但是我在跟他沟通期间，我发现好像1月份也不一定能出得去。然后我目前的状态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没有备胎，我天天在家里就比较很痛苦吧。和他认识那会儿的话，我1个月大概有20W 的收入，然后和他在一起的话，除去日常开销，就他给我的都是什么每个月还的房贷啦，然后除去日常的开销就没有存下什么。然后我有一点点小存款都是我之前自己存的，他也是不知道的。然后这个今年7夕的时候，我们俩吵了一架，因为他知道我很注重仪式感，结果他又是没有那个提前就是全都准备好嘛。他说实在太忙来不及准备礼物，然后是到了傍晚才给我转了个那个7777，然后其他的会后补，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到十分心寒，之前这个米我是没有收的，然后我还发了给他小作文，说了很多，他也并没有表示，就全部都说后补。我是知道他最近工作安排的确实是特别满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用心，也会提前准备的嘛。这一次又是想让我彻底就跟他分开，其实是这样子。这是我上个月那个想要说的问题，然后到现在的话是前天晚上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在成都出差，然后他晚上一直说晚点会给我打电话，我等了很久，到1点半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我就情绪崩溃，哭得不成样子，可能真的累积了太多的情绪，我就拍了一张哭的眼睛肿得很丑的照片就给他了。他凌晨3点多还给我发信息说他早就回酒店了，没喝多，其实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去了商 K，然后我的电话他也不接，后来第2天他下午才给我回消息说晚点会给我打电话解释，结果他下午响了几声，然后我就没有接到嘛。我实在是觉得太痛苦了，太内耗了，我就把他的微信再一次删除。是这样子，去年分手之前吧，我跟他是来来回回，就经常1个月就要闹一次，可能是对生活的现状不满，然后就会拉黑删除。但是从去年分开1年以后，今年和好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举动，我实在是没有克制住这一次，因为我知道我做了这个举动，他给我的所有的承诺都破灭了。快速提问，又关了，妈呀，不让我播了，这是不让我播呀，这咋办呢？这
给它暂停一下。去哪儿？我去哪儿？现在一个号只能播10分钟了，以前一个号可以播半个小时，现在一个号一个麦都连不完，我4个小时我得需要多少个号呀？4、6、24，我需要24个号，我需要24个号。妈呀，腿都跑断了。而且关键是今天的其实都还好说的，也没有什么太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那个啥，因为昨天是特殊日子，估计这2天还在特殊日子的延长期里头，可能是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特殊日子就管的比较多，管的比较严。现在换个地方10分钟都连不到，一个麦都连不完。他还在不在？来，是他吗？好，你好，曲曲，你快是我速刚才提问说错话了吗？快速提问。你好，我现在就是想要问一下，我把他拉黑以后，这个操作我做了，我怎么样能够让他最起码这个房贷和出国留学的费用可以兑现？小姐，这是好了好了，我的第一你闭嘴吧，个问题。别说话了，你别说话了，你这么贤良淑德，干嘛不去嫁个人给人当老婆算了啊？你搞这个稀巴烂的关系，搞这个贤良淑德干啥呢？对，曲曲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也很迷惑。你迷惑啥呀？脑子有坑，这属于是。你这回去上个班吧，你到1月份你学费都出来了，你在这跟我在这个搞哼哼唧唧的些鬼事儿。就是我觉得我这些年，我就控制一下情绪啊，我终于可以上来了。然后这期间我修了一个自考了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律，自考下来了。就是我真的很想靠自己能够走雄竞，我就想你走呗，你现在是走雄竞不？现在这个我一直想着隐忍他，能够他你看你现在也没走雄竞啊。对不对？你现在不是要攒学费吗？你赶紧去上你的班，把你学费干出来就完了吗？其实是这样子，我现在年纪有29了，那怎么样呢？然后好几年没有接触这个社会了。再接触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指什么呢？这男的都下桥了，看不出来；都退休了，看不出来。可是他是那种答应我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最低的还是会。你少来好不好？你自己往怀里作揖呢？啊？怎么呢？推辞1次，推辞2次，推迟3次，你还不能相信这个事儿是个饼，还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能达成？对，我就是不敢这个忍受，就5年下来，我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你自己蠢就自己蠢，别哼哼唧唧啊！我跟你讲啊，我最烦就是你们这种的，出去干 YC 认识的男的看不清楚情况，完了以后在这儿搞谈恋爱，搞恋爱脑，我就看不上你们这样的，知道吧？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啊？这人他都没有消费了，你还跟他服务啥？具体是这样，我想了，我当时可能会选择跟他在一起，是我心，因为我从小家庭的原因，我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就想找他靠一靠。然后他给了我这些承诺之后，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的眼前一直悬着一个胡萝卜，然后我觉得一直能达到。就是一直达不到。现在发现自己愚蠢了，还是不可以悬崖勒马，还要继续愚蠢。我可以了，曲，我连了这个之后，我就想了，我可以把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如果真的这些全都破灭了，他答应的，我现在生活上就会面临一些，哪怕最低的就是交社保的问题都会面临。你这么多年手上也没点存款？有一些。那你交社保有啥问题啊？他需要有公司。怎么着呢？需要有公司就怎么着呢？注册个公司很难。公司，因为我现在还得在他公司交社保。你就不能在自己公司交社保？这是个问题，这也是个事儿。那
那我就可以自己去马上注册一个公司，自己当然交社保。可以啊。那他答应的已经办成一半的，说他注册一个跟他关联的科技类的公司交社保，这个事情也这有意义吗？办公司又不要米，为什么非要通过他呢？有道理，就是说他可能跟他有关联吧，我就有那种幻想，会不会可以跟他依靠这个？你是出来搞这的，你不是出来嫁人的，我再提醒你一遍啊。你别跟我整那贤良淑德那一套啊。要你陪他东山再起，陪他共患难，你哪位啊？就他这个肯定就是已经完全不行了，我现在你别琢磨了行吗？好不好？都几年了，都腻了，都下朝了，都还在那琢磨。那现在最后可能还会再沟通一次，这最后一次的结局我该怎么说呢？是体面收场，还是把我这所有的怨气都出来？你说了也没用，你说了有什么用呢？你就说，你就问他一句，你说你能不能？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你现在给我把多少跟我给我，然后你再给我滚。你不要在那你说这不哼不这是生的不吭的，这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答应我的事儿，你现在给我到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再见。那这个电话要我现在主动打过去说吗？可以啊，没所谓啊，都可以啊，反正你就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就是他不会给，好不好？就什么都不会给，很有这个可能性。他今年就是和好以后的话，我们俩的那个10点半就是比较少了。不要扯了，下桥了，我跟你说了，下桥了啊。好吧。蛐蛐，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要彻底和他断了，然后我现在想出来的话。如果我也有点想做直播，如果我做直播，我肯定再也不能去 YC， 它会2个是冲突的。那我肯定只能选一个。如果去 YC， 我也问了，好像现在竞争比较激烈，我现在有点年纪大了。哪里米多去哪里啊？你就1月份就要出国，你就是想在1月份之前怎么把学费搞出来，就好不好？蛐蛐也不是，我不一定非要现在要出国了，因为我不管的和出国不出国，我最后都是想自己赚钱。如果我自己可以自己能走出一条路来赚钱，我可以先不出国留学了。我希望你还是以这个为目标。我希望你还是以这个为目标，好吗？好吧。就是你的钱多去哪里？对的。不用在乎，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几年终于摆脱了，然后又回到。不要重复了啊！时间到了。好的，好，谢谢蛐蛐。我听的那个能量低的呀，我跟你们说，你们就是本来吧，自己年纪轻轻的，对吧？不知道多好的日子，想搞快米搞快米，想搞慢米搞慢米，对吧？想搞雌竞搞雌竞，想搞雄竞搞雄竞，就是跟个男的在一块儿啊，把自己个能量都搞没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跟那男的在这干什么。就是他连个基础功能都达不到了，现在就是知道吧？你说我是不是？你说你们都这么贤良淑德，就早点嫁人算了呗，是不是？这么贤良淑德，去给人家当老婆呗，对吧？搞这么贤良淑德，一天天的没搞个正经关系，净搞些稀巴烂的关系，在这里头给我当道德标兵，是不是有病啊？我真搞不懂了，是不是的啊？就是想不通了是吧？你到底是出来干啥呀？你们这一个二个的，这出来冲的时候没想明白，搞这个关系吧，就是个莫名其妙，本来就是个稀巴烂，对不对？本来就是个消费体验的个事儿，给别人提供消费体验的个事儿。非要在这里面卷情感，把自己卷神经。目标呢？方向呢？啊，我的方向呢？我的目标呢？我要的结果呢？我的止损线呢？我的止盈线呢？都去哪儿了呀？都在干什么？每一个圈子，每一个身份都应该有自己的德行，知道吧？对于这种稀巴烂的关系来说，你们这种才叫没德行，对不对？在稀巴烂的关系里不停的求感情，这个就叫没德行。你们以为是什么？对不对？什么样的身份位置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儿，
净整些不吻合自己的身份位置的那些事儿。我想要安全感，我就觉得我找到了一个依靠。妈，我 YC 里头认识半个月给人当女朋友的人，他还不依靠上了他？那怎么靠的呢？这是哪根弦搭错了就靠的嘞？我这不明白，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来下一个，哎呀，快点，连个能不能让我们能量满满的来？球场我刚刚改过，可以连吗？连呀，给他5分钟。哎，你好啊，不好意思，好难啊。你刚才已经说了4分半钟了啊，来接着说。就是我和现在的男朋友是在围城内遇到的，然后是因为他是琴行的老板，我也从小弹琴，因为我去琴行弹琴，然后他爸爸和我的父亲是一样的职位，但是我们是不同的省份，他是留学生的，硕士是在交大读的，本科是留学的，我是500强总部的一个后台的工作人员，211学历，我贷款我批准了，因为我是搞这个信贷审核的，然后一来二去有了感情，然后经常他来找我，然后然后谈了半年，然后我认为我配不上他，所以后来找了一个土著，然后找了一个土著之后，你等会儿，小姐，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呀？你已经快讲到第3个人了，你还没提问。我问题是9月份，他4月3号的时候他又回来找我复合。然后因为我前面3月28号跟那个土著分手了，我觉得土著没有上进心，我觉得他太有上进心了，365天都在工作，我特别他要跟你复合，你们俩现在都是单身吗？我们俩都是单身，然后他一直在英国开公司，每个月回来1次看我，不是看我，其实是为了照顾琴行，然后9月份他又来找我了，说结婚的事情，让我帮他收了房租，然后收了10个 W， 然后打到了我卡上，然后他说你动吧，然后其实我没有动，然后他就说11月份彻底回国了，说因为我是因为他破坏了我的为人类，所以觉得很愧疚，然后觉得我优秀，然后我还在那个口罩期间去英国赴汤蹈火照顾他。你能不能把问题给我？问题是你觉得他能跟我结婚吗？可以啊。190高富帅开公司。等会儿结不就完了吗？结呀，他不是说要结你就去结呀？你有啥问题？10月份结，但是现在不是，他说明年10月份结婚，但是他现在并没有给我什么 W， 然后再加上他不是跟你给了，是你自己没用吗？不是，关键是说现在我又出现了2号男嘉宾。就是一个上海土著，是一个处级干部。你那个土著不是分了吗？你那个土著不是分了吗？我又遇到一个了。然后呢？然后我那个这个严总，他让我等他就是明年10月份跟我结婚，但是他其他东西并没有表示，而且可以啊，你可以用行动推动决策。如果你对这个男生感兴趣，你给他抛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要什么什么，如果你能做到，那么我就相信你明年会跟我结婚，就好了。我问了他，我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你给我买一辆车吧，他说不行。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呀，那你就继续跟你的什么新土著好呗。新土著是那个也是处级干部，然后他家也都是跟我家门当户对的，然后他是接着好呗，他也是围城外了，现在对呀，那就好着呗，也没问题啊。但是我心里特别喜欢那个琴行帅哥。那人家琴行帅哥他不是真心的嘛，对不对？你已经抛出来了，人家不愿意做，这个不就是答案吗？那你如果不求婚恋，你也可以跟人家谈着呀，你不求结果也可以呀。我想要跟琴行的有结果，人家也有没有结果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呀。所以我怎么推动？我其实赴汤蹈火为了他，就是去照顾他，后来自己也养了。那你是这么聊，那你还跟我聊那个什么土著干嘛呢？因为这个土你要赴汤蹈火的跟他好，你还聊别人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图书对我花了很多 W。那什么意思呢？你自己心里，我就要追求那个高富帅，我就要追求那个高富帅，那我们还聊别人干什么？耽误时间。我帮你做选择吗？我不帮人做选择的。你的意思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30岁了，我也知道，虽然说在上海也是算年轻的，但是其实我有2婚的，这个前面还有生育的过，但是孩子没了嘛，那所以说我有点自卑。我觉得其实他们2个我都配不上，我不知道，因为您也是在上海，你看一下我这个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小姐，谁愿意跟你结婚，你就跟谁结，你就知道你配不配得上了，好不好？你这想的些什么问题啊？谁愿意跟你结，你就跟谁结呗，结了不就配得上了吗？就是这个土著现在就是想跟我明年结嘛，你又心里又想着那个高富帅，又在那谈什么配不配得上，你脑子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对，我现在就不知道咋办，我觉得2个人都挺好的。谁愿意跟你结，你就跟谁结，这个呢就是结果导向。如果说我不求婚恋，我求谈恋爱，那么我就喜欢谁，我就跟谁好，听得懂吗？走婚恋，走婚恋，那么就是谁能跟你结，你就跟谁结。那我这2个是不是现在目前都不要断？我觉得无所谓，无所谓，就是他们互相要不要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呢？哪根筋是错乱了吧？你是属于啊？因为我听你的课前面你说有什么竞争意识，我的妈呀！你再去听一遍，我谢谢你啊！再去听一遍啊！就这样。好。什么脑子啊！我的妈呀！你这啊！我的课里都是这么讲的，你可别在那给我砸招牌了，行不行啊？你看吧，我是不是说他是属于那种自己讲个笑话先笑10分钟，最后讲的笑话不好笑，他是不是这种？他是不是属于这种？从头到尾讲的每一根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听到没？从第1段婚姻开始讲到现在毫无关联，最后问这个问题都扯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我们前面听5分钟等于听了个莫名其妙，前面半边我幸好我跟他说只有5分钟了，要不然他还不知道要再从童年开始讲一遍。前面在讲那什么高富帅老公呢，我听着老公呢挂完了，这个怎么开始讲别的人了？又讲别的人了，这10分钟的连麦讲4个男的，幸好我脑子没跟你们一样糊啊，真的没跟你一样糊啊，要不然我算是跟你聊不明白这个天了。哎呀，我的妈呀！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有回复你们。我跟你们讲啊，一定要看我们的正版金贵，进我们的正版社群，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天天这里截个片段，那里截个片段，学了个鬼，他完全就是断章取义在那学。我们的上下文衔接那是非常紧密的，好不好？而且我们社群里的那个管理员会告诉你，会有笔记，到底哪个点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面讲的是不要随意引入竞争机制，我都不知道你是在哪个点上。哎，我听你那个课里头好像说什么要竞争啥的，你在哪儿听了个15秒的片段，再能跟我说你听了。我真的是服了，这一个二个的，咱们能不能搞点完整的，在社群里复个盘行吗？一起学习一下，好好学习一下行不行？把我搞得这肺都要气炸了！快再连一个！哎呦我的妈呀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喂，哎，你说，能听到对吗？你说，哎，好，终于连到我了。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33岁，外形7、8分码，学历是本科，扯过快乐证，然后有过宝宝，然后目前的月入是在15到30个 W 左右，然后名下是有一套房子，然后有个70 W 的车。
然后有自己的生意，存款的话有200多个吧。然后我是咱们那个1v1的会员，我那个咨询的时候刚好是跟那个他是在就是冷战的那个时间，所以就好多问题都没有问。我们是在19年认识的，然后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好紧张，不好意思。哎，完了，又没了，算了吧，今天不播了。这实在是没办法呀，今天不播了吧。今天这个路途走得太艰难了，我的妈呀，这我真的是今天又破纪录了，今天被封号封的都破纪录了都。哎呀，一次比一次难呐，宝宝们呐，你们一定要珍惜我，真的。我偷偷告诉你们啊，我们目前呢这个某博还是非常稳定的 ，OK， 老粉的话可以在那个上面，而且我们是有全程的回放的，很多场的都有啊，曲大女人啊，好吧，就这样吧，来，最后再说一下，大家没有关注的赶快点波关注啊。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一定要学我们金贵的关系，进我们的正版社群，好吗？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 ，OK？ 我们是不会主动给你们发的，好吗？大家不要在外面上当受骗，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盗用我的头像，然后呢自己注册了。这个地球完了以后呢，在上面一个呢，他们有可能在卖盗版。最可恨的不是卖盗版课，最可恨的是什么？是他们假装成是我们团队的人给你们做1v1，知道吗？这个是最可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认我们直播的官方渠道啊，不要瞎搞，知道吧？这我们实在是触角啊伸不到那么长，明白吗？这是市场乱套了，已经没办法，这树大招风，知道吗？来，大家一定啊要到首页粉丝群啊！如果找不到粉丝群，直接后台私我，然后你们通过我现在在直播的号找到我，那么我们肯定是正规渠道，好不好？别的地方容易上当受骗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拜拜了，爱你们哦，拜拜了，